女大学生还没毕业，就回家继承了家里快倒闭的商场。只因2天前她的父母在去谈生意的路上意外离世，面对门外无数催债的人，她只能紧紧地关上大门回避。然而就在她苦恼如何将商场重新做起来时，身后却出现了2个身穿古代服饰的小萌娃。你们是谁？漂亮姐姐，我叫萧晴儿，这是我的哥哥，叫萧木槿。我都把商场的门都关上了，你们是怎么进来的？我也不知道，我和哥哥刚准备入睡，就看到房间里出现一扇门，我们便走了进来，然后就看到漂亮姐姐了。姐姐，你这里是什么地方啊？真漂亮。你们不要骗我哦，小孩子是不可以说谎的。漂亮姐姐，晴儿没有说谎。妹妹没有说谎，我们真是从那扇门来到这里的。那你们告诉姐姐，你们是从哪里来的？这个我知道，姐姐，我们来自秋水城的荣王府。秋水城、荣王府，这2个名词从来没听说过呀。荣王府所处什么朝代？姐姐，我们都是大齐国的子民，我们的舅舅是大齐国的荣王殿下。漂亮姐姐，我们大齐国大半城池已经连续2年没有下雨，如今已经饿死了好多人。晴儿寒了，晴儿今天只吃了几个叶子。你们乖乖在这里等着，我去给你们弄吃的。都别愣着了，先喝一些粥暖暖胃。谢谢漂亮姐姐。漂亮姐姐，这是木槿吃过最好吃的粥和小菜。既然你们说是从一扇门来到姐姐这里的，那么该如何离开呢？姐姐你看，那里有一扇和我们来时同样的大门。思思顺着萧晴儿手指的方向看去，根本看不到有什么大门。你又说谎。晴儿没有说谎。为了证实自己说的都是真话，萧晴儿委屈地迈着小短腿走到窗前，眨眼间就消失了踪影。萧木槿也紧随其后，与萧晴儿同样的方式消失在思思的视线当中。思思这下彻底呆住了，她甚至不敢相信刚刚看到的画面，2个活生生的孩子就这样突然消失不见了。就在她不知所措之际，2个小家伙的身影再次出现在她面前。姐姐，这下你总该相信晴儿和哥哥没有说谎了吧？难道我这商场也能连通古代？不过这2小家伙口中说了大齐国，我真的是闻所未闻，莫非是一个架空时代？先不管这些了，这2小孩身上太脏了，先给他俩洗个澡吧。随后思思就请2个孩子带到浴室洗了个澡，并给他们换了睡服。这个衣服好奇怪，但是穿着好舒服。这个叫睡衣，是穿着睡觉的。今天谢谢姐姐的照顾，我们该回去了，不然舅舅和外祖母会担心的。好吧，那你们自己注意安全。姐姐，我们明日还能来这里找你吗？可以，当然可以，你们随时都可以过来，这里有一些吃的，你们带回去吧。看到有粮食和鸡蛋，还有珍贵的水，2个小家伙郑重地向思思行礼道谢。思思目送他们身影消失在窗前，带的食物也没有落下。这就说明2个小家伙来回穿梭是可以携带物品的。在某个平行空间的另一头，萧晴儿和萧木槿手里提着思思给的食物和水，身影出现在房间里面。你们2个到底跑到哪里去了？舅舅，我和哥哥去看漂亮姐姐。你看，这是漂亮姐姐送给我们的，还有这些都是漂亮姐姐送的。木槿，你来说，这些东西到底是哪里来的？舅舅，我们这些吃的都是漂亮姐姐给的。那你们口中的漂亮姐姐住在什么地方？舅舅，我和哥哥就是从那个门进去，就见到了漂亮姐姐。齐墨寒顺着他们指的地方望去，也是满脸的疑惑。晴儿，舅舅曾经说过，做错事情可以改，但不能说谎。舅舅，晴儿没有说谎，不信你问哥哥，我们真是从那扇门进入，就看到漂亮姐姐的。妹妹没有说谎，那里分明是柜子，哪有什么大门？舅舅，你看好了。说完，他拉住萧木槿的手，2人迈着小短腿跑到那扇门前。就在齐墨寒还想说些什么的时候，2个小家伙的身影就突然消失不见了。怎么样，舅舅，我们没有骗人吧？随后2个孩子就给齐墨寒讲起了穿越过去的事情。舅舅，漂亮姐姐那边有很多好吃的。听到这句话，齐墨寒瞬间有了想过去购买食物的想法。晴儿、木槿，那你们带着舅舅去见漂亮姐姐可好？好，那我们就牵着舅舅走进去。随后3人一起向门里走去，结果2个小家伙的身影再次消失，
齐墨寒却仍旧站在原地。看来那个地方自己去不了。古代两个小萌娃在家里找东西吃时，却意外打开时空之门，穿越到了现代。在现代吃饱喝足后，还将现代的生活用品带了回去。看见亮晶晶的大米和清澈的瓶装水后，齐墨寒便产生了想要购买的想法。随即他便要两个小萌娃带着他穿越过去谈生意。然而两小孩穿越过去后，他仍在原地。另一边，萧晴儿和萧木槿再次出现在思思的面前。你们两个怎么又回来了？你们的家人不会担心吗？姐姐，我舅舅已经知道我们可以来你这里，刚刚就是他想跟着一起过来，结果没有成功。你们舅舅找我有事。齐墨寒并没有提及自己要见思思的目的，两个小家伙自然回答不上。姐姐，我现在就回去问问，我可以帮你和舅舅传话。舅舅，漂亮姐姐问你找她有什么事情？你告诉那位姑娘，如果可以的话，舅舅想在她那里购买食物和水。姐姐，我舅舅说他想在你这里购买食物和水。听到这儿，思思瞬间眼前有一亮。他们那儿的货币到了我这里，可就是古董啊！告诉你舅舅，这个生意我可以做。随后萧晴儿将这个消息告诉齐墨寒，齐墨寒闻言心中大喜，可随后又充满了担忧，因为这几年连续干旱，导致粮食价格疯涨，他的银钱全部拿了出来，去其他城池购买高价粮食补给百姓，如今整个王府就没剩下什么银子。而且人家姑娘给两个孩子的食物和水，一看就很高级，眼下的情况，要用什么东西来和人家做交易了？这时萧木槿看出了舅舅的担忧。舅舅，要不然我们先过去帮你问一问价格吧。好，晴儿、木槿，你们先过去帮我问问价格。这两个小家伙都离开快30分钟了，难道是他们的舅舅不想和我做交易了？就在思思沉思之际，萧木槿和萧晴儿忽然出现了。姐姐，我舅舅让我问一问粮食和水的价格。这个问题可把思思给问懵了。古代与现代货币不流通，这要如何报价？算了，先把一些粮食给他们，他们顺便给一件古董我就赚了。你们在这里等一下，姐姐马上就回来。随后思思就推着一个小推车来到了仓储超市，搬了几十袋粮食和几十桶水给他们送了上去。当思思费力地拉着运货车回到房间时，萧木槿看到车上这么多粮食和水，整个人都惊呆了。姐姐，这些粮食和水都是可以卖给舅舅的吗？你先将这些粮食带给你舅舅，告诉他价钱方便看着给就行。好，那就谢谢姐姐了。木槿，你拉着车一起回去，下次过来的时候记得还给姐姐。没这个小推车，搬运粮食太费力了。姐姐你放心，木槿很快就将车子还回来。话音落下，萧木槿与那辆装满粮食和水的推车瞬间就消失在原地。另一边，齐墨寒担心的来回踱步，木槿为何去了那么久都没有回来？话刚说完，萧木槿拉着满满一车物资出现在房间中，看着车上堆放满满的粮食和水，齐墨寒眼睛都直了。木槿，咱们还没有付银子，那位姑娘就让你带粮食回来了。舅舅，姐姐说了，这些粮食的价格你看着给。看着给这3个字把齐墨寒整不会了。就在齐墨寒思考如何给价格时，齐墨寒的母亲云太妃满脸担忧地走了进来。在看到萧晴儿和萧木槿那一刻，云太妃原本晦暗的眸子中出现了些许光亮。你们两个到底跑去了哪里？外祖母都担心死了。外祖母，我们没事。萧木槿刚说完话，云太妃也注意到了推车上的粮食。慕寒，这些事，母妃，这件事说起来有些匪夷所思，不过儿臣完全可以肯定，一切都是真实存在。随后齐墨寒将两个小家伙的经历简单和云太妃讲述了一遍。听完齐墨寒的讲述，他看着眼前堆积如同小山般的粮食和水，脸上满是惊讶之色。慕寒，这么多的物资肯定需要花费大量的银钱吧？现在咱们荣王府已经没剩下什么能变卖的值钱物件了，你到底是用什么才换来了这些东西？母妃，那位姑娘心地善良，她让木槿先把粮食运回来应急，至于价格方面则说随意给就行。可正是因为这样，儿臣才感到万般为难啊。我那里还有几样赏赐那些下人的首饰，你先拿来应急。不知那姑娘是否识字？若是识字，你可以写信说明现在的情况。晴儿现在就去问姐姐。说完，瘦小的身影就消失在众人的视线中。晴儿，粮食送到你舅舅手里没？姐姐，我舅舅和祖母看到粮食都很开心，我过来是问姐姐是否识字的。姐姐若是识字的话，舅舅可以和你写信说明情况。我一个大学生，自然是识字的，可我无法确定大齐国是什么字体。晴儿，你在这里等姐姐一下。说完，思思就直接来到商场拿了一支录音笔。回到房间后，当着萧晴儿的面录起了音。你好，
我叫思思，大概生活在你那个时代的1000多年以后。听晴儿和木槿讲，你们那里连年干旱，民不聊生，我这边物资丰富，可以提供一些生活上的物资给予帮助。至于报酬，可以的话就用一些物件来换取即可。录完音后，思思将录音笔拿到了萧晴儿面前。晴儿，姐姐告诉你，这个东西叫做录音笔。说着，思思已经按动了录音笔的播放键，里面传出她刚刚说的那一段话。姐姐，为什么你的声音在这小东西里面传出来？这个小东西叫做录音笔，可以把想说的话存在里面。随后，思思还将录音笔如何录音、如何播放等功能一点点交给萧晴儿。这个带回去交给你舅舅，他有什么想和姐姐说的，录音带给我就好。晴儿，那位姑娘可识字？外祖母，这里面可以听到姐姐讲话。别胡说，我们连那位姑娘的面儿都没见到，怎么可能听到她讲话？你这孩子还真是越来越不着调了。萧晴儿被呵斥，显然很委屈，她扁扁着小嘴按动录音笔的放音开关。你好，我叫思思，大概生活在你那个时代的1000年以后。听到录音笔的里面的声音，众人也是一惊。慕寒，这姑娘说她生活在1000年以后，会是真的吗？母妃，儿臣觉得不无可能。您看这个可以播放声音的东西，在我们这个时代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听完思思的录音，齐墨寒让萧晴儿将录音功能打开，把自己这边的情况和想法录了进去，随后便让萧晴儿送回去。女大学生继承了家里快要倒闭的商场，然而她看着商场里的货物和父母遗留下来的巨额债务，她不仅不想办法把货物打折处理掉，反而还将商场直接停业，坐着等着晚上的到来。姐姐，这里面有我舅舅和外祖母说的话，你快听一听。刚听完齐墨寒的话，萧晴儿就递过来一个包首饰。思思看着这一包首饰，立马又去仓库拉了一车粮食上来，交给小孩带回去。第二天，思思就从包裹里挑了2样首饰，准备到古玩街问问行情。谁知刚到古玩街，思思就听到后面有人喊自己：“思思学妹，是你吗？”唐旭学长。真的是你呀？你怎么来古董一条街了？学长，我家里有几件古董，想拿到这里问问价格。如果学妹信得过的话，不如去我家铺子里，让我伯父帮忙看一看。思思没有拒绝，在这里有个熟人引着，总比他乱走要好。好，那就麻烦学长了。咱们去那里，正好我伯父在，他鉴宝的本事在古董界有些名气，一般都不会出错。说话间，两人一前一后走进了铺子内。铺子里的老者正在看手机里的新闻。唐旭，你快来看看，这位司董事长就是咱们市最大商贸城的老板，前几天和妻子一同发生车祸去了。哎，还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他的商贸城如今负债累累，若是再还不上银行贷款，就要被回收了。这话瞬间把唐旭震惊到了。学妹，这是真的吗？学长，这些都是真的。听到思思的回答，唐旭眼神中充满了无尽的怜惜和同情。伯父，这是我的一位学妹，有几样古董，请您帮忙鉴定一下。唐伯父抬起头，打量着思思。伯父您好。小姑娘，正好我今日有空，就帮你看看。伯父，思思是我高中时候最要好的学妹，您一定帮帮忙。唐伯父无奈地瞥了唐旭一眼，随即拿起手边的放大镜，仔细查看起思思带来的首饰。没想到他越看越心惊，不由得格外认真起来。伯父，思思带来的古董是不是很有价值？唐伯父没有立即回答，而是拿起手机拨通了电话。郭老，你现在有没有时间，立刻来我铺子里一趟？老唐，这么着急，是发现什么好宝贝了吗？唐旭的学妹带来几样银质首饰，我怀疑是传说中大齐国的产物，我现在不敢确定，要郭老您过来帮忙鉴定一下。什么大齐国？好好好，我马上就到。另一边，思思的房间内现在已经摆满了瓶瓶罐罐。萧晴儿手里拿着一个大面包，直接吃了起来。哥哥，姐姐这里的点心好好吃，晴儿喜欢。得，姐姐这里的什么都好。咱们来来回回送这些东西好多次，都没有看到姐姐，不知道她去哪儿了。姐姐出门一定是有事，晚一点肯定会回来休息的，到时候咱们就能看到她了。兄妹俩在思思的房间等待时，齐墨寒那边忙得不可开交。大家排好队，不要哄抢，白粥人人都有份。王爷灾民太多，我怕白粥不够啊。你先在这维持一下秩序，我进屋想想办法。回到房间，齐墨寒就开始录音。思思姑娘，
我已将王府内的花瓶摆件和一些字画集中到一处，稍后会陆续让木槿与晴儿将这些东西带过去。本王还有个不情之请，不知姑娘可否多弄一些水源过来？我秋水城百姓数量众多，昨日那些水虽然不少，但对于这些百姓来说，只是杯水车薪。齐墨寒这里刚录音完毕，2小只就回来了。思思姑娘还是没在吗？我和妹妹等了这么久，都没见姐姐回来。说话间，萧晴儿举着一个面包送到齐墨寒的手里。舅舅，这是漂亮姐姐给我们留的点心，又甜又软，你快尝尝。这是我有生以来吃过最美味的点心，无论口感还是味道，都是顶级的存在。千年以后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世界？为何吃时都如此精致美味？现代一老者匆匆忙忙地跑到店里。老唐，你说的大齐国古董在哪里？快给我看看。就是这个，我不敢完全确定是大齐国产物，所以还要郭老来看看。郭老先是看了一眼面前2个不起眼的物件，随即也同唐伯父一样，使用放大镜去看细节。老唐啊，没想到你竟然有如此造化，有生之年真的可以遇到传说中大齐国的物件，还真是让我妒忌呀。虽然只是2件银饰，可能找到与大齐国有关的物件，也算是一件幸事啊。唐伯父，我想知道这2件首饰值多少钱？唐伯父没想到小丫头第一句话就是问价格，他有些被问住了。我刚刚只是在研究银饰品的朝代，对于价格方面并没有进行深入考量。郭老，您比我经验丰富，您看看这2件首饰能值个什么价钱？按道理，大齐国存在历史1500年前，那里的物件应该与平行历史国家的物件价格相差无几。当然，我这样说只是普通朝代古董的定价方式，可大齐国的物件首次问世，这个价值可就不好估量了。的确是这么个道理，大齐国的物件自然不能与其他朝代的古董价值相提并论，是高上一点也无可厚非。岂止是高上一些啊，在我看来，若是能拿到这物件，必须要举办一场拍卖会，价高者得才是。我本想将这2件首饰以合理价格收购过来，现在郭老这样一番话，人家还不得坐地起价。随后唐伯父不停地朝着郭老使眼色，这时郭老也反应了过来。小姑娘，你别听我那样说，就认为你这东西是无价之宝。银饰品在古董界是最不值钱的物件，尽管出自大齐国，恐怕也卖不出太高的价格。我虽然涉世未深，可听话听音还是会的。这时唐旭在一旁尴尬的要命，这2个老财迷竟然当着思思的面明晃晃来拆我的台。女大学生带着古董来到古董店售卖，然而老板却和一老者疯狂演戏，想要压价，这让一旁暗恋思思的唐旭尴尬的不行，随即就把唐伯父拉到后院。你小子做什么？拉拉扯扯的被外人看笑话。伯父，明着和你说，思思学妹是我暗恋好几年的人，你可不能因为利益就故意欺骗一个不懂行的小姑娘。哼，你小子想什么呢？你伯父会是那种欺骗小姑娘的人？没欺骗过小姑娘，还不是因为没有小姑娘找你做生意。你小子不用担心了，如何做你伯父我心里有数。那首饰出自大齐国，但古董市场什么东西价格最低你也应该清楚，我不可能因为你小子喜欢那姑娘就做亏本的买卖。好，那就谢谢伯父了。2人商量结束，才重新回到了铺子里。小丫头，唐旭刚刚已经和我说了你们的关系，你放心，我和郭老商讨过后，一定给你报个满意的价格。思思先是看了一眼唐旭，后者朝着他坚定地点了一下头，他这才礼貌地回答了句：“那就麻烦唐伯父了。”唐伯父随即拉着郭老再次去了铺子后面，过了大约10分钟的时间折回。小丫头，我们刚刚商量了一下，这种品质的银簪价格顶多是1万，戒指6000，但这2个物件出自历史无从考察的大齐国，有绝对的研究价值，因此我和郭老初步估算，这2件首饰可在基础上翻1倍，也就是说，那根银簪售价2万，戒指售价1万2。听了报价，唐旭直接朝着伯父投去一抹感激的目光。根据他的经验，伯父说出来的价格绝对童叟无欺。思思，伯父说的价格非常合理，当然这也只是收购价，若是放在拍卖场，那些财大气粗的人根本不讲究这些，人家喜欢上了一件物品，即便是1掷千金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值。思思虽然不懂商，但是为了自己不被骗，出门也简单做了些功课，他心中也清楚，在古董界最不值钱的就是银质首饰。那行，就按这个价格来。说着，思思又拿出了一些首饰。唐伯父，您再帮忙看看，这些首饰一起收购价格是多少？
丫头，你的意思是说这些古董都打算出售？唐伯父，如果价格合理的话，我就会将这些物件全部出售。唐伯父闻言，笑得那叫一个灿烂，脸上的皱纹都恨不得能夹死一只蚊子。最终经过两位老人家仔细衡量后，直接给出了10万元的整数。唐伯父、郭老、学长，今天打扰了，我还有事就先回去了。回到家，思思刚一进门，他就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房间内横七竖八摆满了各种古董花瓶，角落处还堆放着几捆字画。天啊，这也太多了，这么多东西，得让我卖到什么时候啊？而且物以稀为贵，多了也就不值钱了。刚说完话，梁小芝就适时的出现了。姐姐，你去了哪里？我和哥哥来了好多次都没有见到你。姐姐出去办事，知道你们会着急，所以早早就回来了。这都是你们舅舅给我的。姐姐，舅舅听说你需要这些，连夜派人搬到我们房间。我和晴儿刚睡醒，就给姐姐送了过来。这位荣王殿下还真是实在，说不要经意就给我搬了这么多古董过来。姐姐，舅舅有话和你说。思思姑娘，我这边粮食暂时还能撑些时日，可水有些不够了，能不能拜托你想想办法？听完齐墨寒的录音，思思一时间也犯了难。这秋水城有数万人等着用水，若是大量购进矿泉水，必然会引起有心人的怀疑。就在思思考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时，忽然看到梁小芝在卫生间里面洗手。我这猪脑袋，用自来水呀，这样不但节省开销，还能有多少有多少，根本不需要担心断货的问题。想到这儿，思思立刻下楼，在日杂专区拿来一根几10米长的水管。他的计划是让梁小芝拉着水管的一头从那扇门回去，水管的另外一头若是还能留在他这里，就可以直接将管子接在水龙头上，无限供应齐墨寒那边水源。木槿，这个管子带回去以后，你就立刻回来，姐姐要了解具体情况后，才知道下一步如何做。姐姐，木槿都听你的。随后梁小芝就将水管带了过去。木槿，你手中拿的是何物？外祖母，这是姐姐叫我们带过来的。木槿觉得这个东西里面可能会出水。祖孙几人沟通的时候，思思见梁小芝迟迟没有回来，有些着急知道结果的她，直接打开了水龙头。正在云太妃疑惑地看着水管时，突然管中一股水流喷出，吓得云太妃一个机灵。外祖母，木槿猜对了，这管子果然能出水。来人，速速送几口大水缸过来。听到云太妃的命令，下人们纷纷将府里的大水缸搬来。然而不一会儿的功夫，几口水缸就被灌满了，就连府里的铜盆和铁锅等物也都全部盛满了水。看到水流到地上，云太妃心疼极了。就在她不知所措时，齐墨寒走了回来。墨寒，思姑娘不知道用的什么方法，木槿回来时候手里就拉着这根管子，管子里还不停向外流水。现在王府能盛水的工具都用上了，可这管子还在不停流水，你快想想办法，总不能就这样糟蹋了水源。齐墨寒闻言来不及细问水源的来历，直接将目光落在院子里的一口枯井上面，随后大步走到萧木槿面前，接过他手里的水管，直接塞到了井口里。墨寒，你这是何意？这口井已经枯了2年，水进去和石沉大海没什么区别，还不是一样浪费了去。母妃，这是王府内最后一口干枯的水井，如果儿臣猜测不错的话，这口井应该与城内的河流相连。你的意思是，若是这水源源不断地流下去，早晚会流淌到河道里，那样城里的百姓也能有水可用，还不会让人觉得奇怪。只要这水源不断，儿子就能保证不出几日，河道里就会有水。即便是没有那么多水源，能将这口水井填满也是一桩幸事。女大学生将几10米的管子接上水龙头，另一头则让2个小萌娃穿越时空带到古代。至此2年没下雨的古代城镇就不缺生活用水了。当水源解决后，粮食又出现了短缺，随即齐墨寒就叫梁小芝穿越到现代求助。思思收到求助消息后，直接来到仓库拉了5大车粮食和一些水果蔬菜，让梁小芝带过去，并拿出手机，把自己的想法用视频的形式进行录制，随后便教会梁小芝手机的使用方法，并让他们带了回去。当云太妃和齐墨寒见到手机里的思思，也是十分震惊。木槿，晴儿，这就是思思姑娘吗？外祖母，这就是漂亮姐姐，怎么样？晴儿和哥哥说姐姐漂亮，没有说谎吧？墨寒，你快看看，这姑娘长得可真漂亮，难怪这2个小的总是一口一个漂亮姐姐的叫。就在云太妃一家子拉家常时，思思已经带着一些古董再次来到唐伯父的店里。再见到思思，
唐伯父的态度比昨日不知热情了多少倍。四小姐，今天是不是又有好东西出售啊？唐伯父，我今天带了几个物件过来，还要麻烦您帮忙鉴定一下。看到这些东西，唐伯父的眼睛瞬间就亮了。四小姐，这东西难道也是出自大齐国？面对唐伯父的这个问题，思思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就在思思心中犯难之际，唐旭开口了：伯父，您若是料不准，就请郭老来帮忙看看。思思若是懂得古董，也不会找您来鉴定。这话直接将唐伯父堵得哑口无言，他直接就给郭老打电话，请其过来帮忙长长眼。郭老一来，两个老人家就盯着这几件物品看了大约20分钟。四姑娘，你这几样宝贝现在已经可以确定，就是大齐国的产物。这都是家父生前的收藏，我也觉得应该是好东西。四姑娘，不知你这几件古董可打算出售？这几件古董，唐伯父打算出什么价格？这2个花瓶保存十分完好，每个我可以出100万。还有那个碗，材质倒是不错，只可惜碗底有一点轻微裂痕，我出10万。还有这字画，虽然可以断定其年限，但大齐国毕竟是我国考古界没有任何参考的时代，因此我和郭老无法断定其作者是否为名家。这个价格我还真不知道要如何出合适。大齐国的字画虽然名贵，可这个价格现在谁都无法预估，只能慢慢寻找买家，由买家的出价来判断其价值。没想到只是这么几个不起眼的小东西，竟然能够价值200多万。那家里那些更精美的花瓶不是得几千个万？这样下去，爸爸生前欠的2亿很快就能还完了。想到这儿，思思忽然感觉到身心都轻松起来。唐伯父，就按照您说的价格成交。好，唐伯父立刻给你转账。四姑娘，这字画你可有什么打算？唐伯父有什么好的建议吗？四姑娘，后天下午有一场古董拍卖会，届时会有很多古董收藏家到场。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带着你这张字画去竞拍，拍到什么价格就只能看运气了。伯父，您真的愿意让出一个拍卖名额帮思思？学长，什么名额？这个时候，郭老适时地帮他解释了拍卖会的规则。古董拍卖会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能够在拍卖会上出售几件古董，完全取决于鉴定师的等级。我和唐老都是2级鉴定师，因此我们只能在拍卖会上出售2件古董。古董鉴定师分为3个等级，大多数人都是1级，可以在拍卖会上出售1件古董。像伯父和郭老这种2级鉴定师，在咱们大夏国一共有36位，他们可以在拍卖会出售2件古董。唐旭这样一解释，思思就完全懂了。他怎么都没想到，唐伯父会为了自己这张字画，将如此珍贵的名额让出来一个。唐伯父，如果字画拍卖成功，我愿意将拍卖所得分给你一半。不愧是大企业家养出来的孩子，行事作风就是大气。好，就依四姑娘所说，字画拍卖成功后，我拿1半的收益，还有拍卖场扣点的费用也不用你操心，都由我包了。事情定下，思思也不打算将字画带走。唐旭到电脑前打印了一份合同，思思与唐伯父双方签字后生效。郭老看着唐伯父与思思的一番操作，心里那叫一个羡慕。四姑娘，你可不要忘了老头子我这里还有2个拍卖名额哦，要懂得抓住机会。郭老，你也愿意帮我在拍卖会出售字画？丫头，别告诉我你手里还有字画。不瞒郭老，我那里还有几幅类似的字画，如果您愿意帮忙，就与唐伯父一样，分给您1半的收益。可以，老头子我也愿意将拍卖会的出售名额让给四姑娘的字画。丫头，你这就不对了。先不说其他，就你和唐旭这关系，手里有好东西，怎么这也得以唐伯父为先吧？老唐，我可没抢你的生意，能与四姑娘合作是我自己争取来的机会。话不能这样说，四姑娘明明就是通过唐旭找到我的。眼看着2个老头要起争执，思思连忙上前打圆场。唐伯父、郭老，你们别着急，我那里字画足够你们2个手里的拍卖名额。这话一出，俩老头总算消停了，4只眼睛齐刷刷落在思思身上。四姑娘，若是你还能拿出同品质的字画，唐伯父另外1个拍卖名额也给你。我也可以将其他宝贝暂时放到一边，专心帮姑娘出售字画。既然如此，我陪着思思一起回去取字画。思思，伯父收藏这么多宝贝，你真舍得都卖掉？商场是爸爸妈妈的毕生心血，如果这些古董可以救活商场，相信他们一定会支持我如此做法。的确是这么个道理。
商场的债务还清以后，你有什么打算？要继续经营吗？我还没有想那么远，先度过眼前危机再说。两人交谈间，唐旭的车已经驶入了商贸大厦门口，然而眼前的场景瞬间惊呆了两人。汽车刚到大厦门口，只见原本空旷的地方，此刻已经围满了密密麻麻的人。思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早上离开的时候，这里一个人都没有。见状，思思只能下车了解情况。唐旭见他下车，也下车跟了上去。这时有几个看上去30-40岁的妇女挡在思思的面前。你要做什么？做什么？我们为商贸大厦做了3个月的工作，到现在1分钱拿不到，家里老人和孩子都等米下锅呢。是啊，还我们血汗钱，还我们劳动所得。怎么欠钱不还是想跑路吗？你们若是愿意相信我一次，就给我1天的时间筹集资金，反之你们把我堵在这里，我什么都做不了，如何筹钱给你们发工资？几人听到思思这么说，一时间也不知道怎么办。这个时候，人群后走出来一名戴眼镜的中年男人。司小姐，我是超市的主管，我知道你的处境不好，可我们这些人都是需要养家糊口的，突然失去了工作不说，还3个月没能拿到工资，请你也多多为我们着想，总要给我们一条生路。我看过你们所有人的工资大概要1200万，这么多钱不是小数目。我还是那句话，让我立刻将工资给你们是不可能的，请给我1天的时间想办法。眼镜男低头沉思了一瞬，随即转身面对大家。既然如此，咱们就给司小姐1天时间去想办法，我相信司小姐不会对大家不管不顾的。众人没有言语，算是默认了眼镜男的话。随着眼镜男的先一步离开，闹事之人陆续撤离。这时唐旭也大概知道了原因。思思，那些人的工资要多少钱？我这2年存了一些，虽然不多，可以给你拿来先应应急。谢谢学长，这件事我自己来想办法就好。学长，你先在这里等我一下，我去取字画。说完，思思就独自一人走进了大厦，来到房间里。这时梁小芝也在房间里面，看见思思进房间了，便急忙上前询问：姐姐，刚刚我们看见这么多人围住你，他们是不是要欺负你？姐姐没事，他们围住我是因为姐姐的爸爸去世后没给他们发工钱，现在他们来找姐姐要工钱的。你们就在房间吃点零食，姐姐还有点事要出去一趟。随后思思将3幅字画和一些花瓶一起放进了纸箱。当唐旭看见纸箱里除了有3幅字画以外，还多了一些花瓶和今早款式相同的碗时，瞬间惊呆了。思思，伯父这是收藏了多少古董啊？学长，其实这些只是爸爸收藏的一小部分。啊，你说这只是一小部分？尽管心中震惊，可唐旭还是不想表现过激，让思思有什么负担。思思，先上车吧，咱们到我伯父那里再说。思思跟着唐旭折回唐伯父的古董铺子，毫无疑问，他一次性带来这么多的古董，再次令唐伯父与郭老瞠目结舌。另一边，梁小芝回到古代后，将今天看见了的全都告诉了齐墨寒和云太妃。墨寒，我相信思思姑娘不是故意拖欠工钱不给，她一定是遇到了什么困难。母妃，不知道咱们这里的经营能否帮她解决眼下情况？可如今这种情况，我们要到哪里去帮思思姑娘弄金银之物？儿臣打算今夜带人出城想办法。出城？母妃也应该知晓，秋水城旱灾以后，那几个弃百姓于不顾的官员，离开时候还悄悄顺走了封地公账上的大量银钱。今早有属下禀报，已经查到几人的藏身之所。墨寒，你是打算？即便不是为了帮思思姑娘脱困，儿臣也不打算放过那些不仁不义之辈，不属于他们的东西早晚都要还回来。好，今晚你尽管带人去办事，秋水城这里交给母妃即可。回到现代，这个时候，唐伯父和郭老那边也将思思带来的古董鉴定完毕，两人笑着走了过来。思姑娘，这些古董已经完全可以确定，都是大齐国的产物。没想到司董生前会有这么大的机缘，得到如此珍宝。如果不出所料的话，司姑娘这些古董也是打算出手的吧？是的，家里今日遇到些棘手的事情，所以才一次带来这么多。俗话说，物以稀为贵。虽然大齐国的古董珍贵，东西多了自然就没那么值钱。另外，司姑娘今天带来的多数都是花瓶摆件，而且款式几乎大相径庭。这样的话，想要卖出个好价格就难了。如果司姑娘真的要将这些花瓶摆件一次性售出，我和唐老商量了一下，最多只能按照鉴定价的7折出价。7折？司姑娘，这是没办法的事。古董这一行孤品最值钱，一样的东西太多就不值钱了。如果司董生前收藏有其他物件的话，
价格可以重新考量。这时思思想到了齐墨寒给他发的视频中梁小芝房间里摆放的桌椅等物。唐伯父，不知古代的家具如何？四姑娘，你那里还有古董家具？这几年古董市场最缺的就是古代的家具，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木制品，不如其他物件容易存放，能够保存下来且外观完好的少之又少。唐伯父，我那里的确有几件家具，不出意外的话，应该也是大齐国产物。思思，你不知道，古董界现在最缺少的就是古董家具。如果你那里有保存完好的宝贝，肯定能卖出你意想不到的价格。唐伯父再次狠狠瞪了唐旭一眼。这小子恐怕魂儿都被四姑娘勾走了，怎么不考虑你伯父的利润，老底全给人家揭开了？四姑娘，不知什么时候方便给伯父看看你手里的古董家具？唐伯父稍等。说完，思思就带着手机去了外面，将视频截图后再次折回。这就是我爸爸收藏的椅子，还有这个圆桌和衣柜。老唐，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这些家具都是黄花梨木所制，而且从图片上看，这些家具保存得十分完好。四姑娘，如果这些家具鉴定后确定是大齐国产物，我这里出的价格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听到这话，思思决定立刻就回去给齐墨寒录制视频，索要那些家具。离开以前，他和唐老与郭老又签署了3份帮忙拍卖字画的协议，同时拿到了那些古董花瓶和碗碟的款项，一共1070万。刚回到家，思思就跑到仓库拉了几大车粮食来到房间，并向梁小芝说明想要几件家具的想法。云太妃得知思思的要求后，立马把房间里面除了床以外的家具全都搬到车上，让梁小芝带了过去。当思思看到梁小芝带过来这么多，也是瞬间惊呆了。晴儿、木槿，你们怎么搬过来这么多？姐姐，外祖母说先搬她那里的家具给姐姐，不够再去搬舅舅的。眼见云太妃奉献这么大，思思立马跑到仓库拉了一大车适合老人的零食，让梁小芝带了过去，并拿出手机录视频，向云太妃和齐墨寒表示以后需要什么物资直接开口就行。当梁小芝带着手机和满满一购物车的粮食离开后，唐旭就打来了电话。思思，你那里是不是出了什么状况？学长，我这里很好，只是因为一些事情耽误了。学长，不知你那里有没有运货的车？我这些……思思的话还没讲完，就被唐旭打断了。知道了，思思，我现在就过去接你。挂断电话，思思就把所有家具搬到了大厦门口。唐旭一到，两人将这些家具全部搬上了车。当家具运到唐伯父那里，又把两个老头惊呆了，随后便迫不及待地把家具搬进铺子里进行鉴定。两老头忙活完，外面的天都已经黑了。思思丫头啊，我们已经完全可以确定，这些家具都是黄花梨木制成，而且全部产自大齐国。是啊，还真是让我们两个老家伙开眼了。丫头，你知道吗？就这一把黄花梨木椅子，就可以抵得上你今日带来那些花瓶的价值。唐伯父，您说的是真的？当然是真的，看在唐旭的份上，唐伯父也不可能糊弄你。唐伯父，这些古董家具你和郭老可收购？这时唐伯父与郭老对视一眼，两人显然都有些犯难。丫头，我们就是做古董生意的，遇到好的宝物自然愿意收，只是……说到这里，唐伯父有些说不下去了。唐伯父，只是什么？你这些古董价值上亿，我们两个老头子手里目前拿不出这么多。唐伯父，郭老，以你们现在的财力，可以收购几件？我和郭老凑一凑，能有5000万。唐伯父，郭老，我这里遇到了些棘手的事情，明天需要资金周转，你们看这样行不行？这些古董家具你们挑着收，剩下的我可以带回去。听到思思说剩下的我可以带回去，唐伯父与郭老不约而同地露出一副肉疼表情，随后便尴尬地说道：丫头，你看这样行不行？这些古董家具我刚刚已经和郭老研究了价格，全部价值9800万。今日我们先打到你账户里面5000万，剩余的你也别带回去，我们会写一份协议给你，3天时间内将剩下的款项补齐，如何？那行，我相信唐伯父。不愧是大企业家司董的女儿，做事就是大气。说完，唐伯父就让唐旭去打印与思思的协议。与此同时，思思的账户里再次增加了5000万。思思回到商场顶楼的时候，已经是晚上8点多。两个小家伙不知是不是等太久的缘故，已经躺在他的大床上睡着了。思思刚踏进房间，梁小芝就醒了过来。姐姐，你终于回来了，晴儿和哥哥等了你好久。姐姐，你都不知道，今天外祖母和舅舅特别担心你，让我们一直留在这里等你回来，看到你安好才可以。
麻烦你们告诉你舅舅他们，姐姐这里工钱的事已经解决了，不用再替我担心。姐姐，木槿和晴儿这就将你回来的消息告诉外祖母和舅舅去。随后两小只离开了，思思累了一天也是倒头就睡。第二天刚醒就打来一个陌生电话。你好，请问你是商贸大厦的负责人吗？是，你是哪位？我是自来水公司的工作人员，昨晚发现商贸大厦水表有些不正常，有没有发现哪里出现漏水情况？没有啊，一切正常。小姐，是这样的，商贸大厦内的自来水一定是漏点严重，现在已经欠费32000多元。原来是催欠费的，好的，我稍后就将欠费补齐。就这样，都不找一下漏点位置吗？哎，还真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商贸大厦亏损的都经营不下去了，面对3万多元的高额水费仍旧面不改色。既然如此，就请您尽快补齐水费吧。挂断电话，思思立马充值了30万元的水费，并给以前商务大厦的财务主管打去电话。你好，刘主管，我是思思。思小姐啊，您终于打电话了，是不是需要我帮忙跑一下银行那边的业务？是的，我刚刚打到公司账户里面1760万，刚好够这些人的工资，现在需要刘主管帮忙处理一下。考虑到以后还不知道商场是否会继续运营下去，思思也不会让刘主管白白辛苦。刘主管，这次的事情我会付报酬给你，到时候你多往自己的工资账户里打2000元。听到思思如此说，刘主管简直就心花怒放。好，思小姐您放心，我一定将事情都办好。挂断电话，思思也是终于松了一口气。现在就只有欠银行的钱了，等字画拍卖结果出来以后，看看收入多少，再考虑下一步如何。说着，思思就准备去拍卖场看看情况，谁知刚走出大门，思思的姑姑就打来了电话。思思啊，你在家吗？在外面啦，姑姑打电话有事吗？姑姑没什么事，就是担心你一个人住在商场里面会害怕，才想着问问你，如果需要姑姑可以去陪着你。听到这话，思思直接翻了个大白眼。这个姑姑最是势利眼，爸爸妈妈生意好的时候，经常带着他的2个儿子上门哭穷，恳求爸妈的接济。爸爸妈妈生意亏损的时候，他就躲得比兔子还快，生怕他们找上门跟自己借钱。如今肯定是知道了我给工人发工资的事情了。我一个人在这里很好，谢谢你的关心。思思不等对方回应，就挂断了电话，顺便一点，直接将这个号码拉黑。随后思思就来到拍卖场的门口，这时唐伯父和郭老已经进去了。思思和唐旭因为没有进场名额，只能在对面的咖啡馆等待。当拍卖会快结束时，思思和唐旭就来到门口等待。一会儿的功夫，唐伯父和郭老2个老头红光满面的走了出来。四姑娘，今晚你必须得请伯父和郭老好好吃上一顿。唐伯父字画拍卖的怎么样了？丫头别急，我们回家再说。随后几人就高高兴兴的回到了家。刚刚坐稳，唐伯父就卖起了关子。四姑娘，你来猜一猜，这4幅字画拍出了多少钱？唐伯父，莫非超过了1个亿？怎么可能是1个亿？你太小瞧你父亲的收藏了。那到底是多少？丫头，今天这4幅字画一共拍出了4亿2千万的天价。什么？唐伯父，你说拍出了多少？这个数字听在思思耳中，总感觉没有那么真实。丫头，你唐伯父可没有骗你，今天的拍卖会晚上会有新闻重播，到时候你就能看到那字画是今天拍卖会上最抢手的存在。在这以前，思思的想法就是这些字画能拍出1亿多的价格，他能拿到几千万就会很满足。他怎么都没想到4幅字画竟然能拍出这么多钱。我那2幅字画拍了正好2亿元，我现在就把1亿转到你的账户上。我那2幅字画要比老唐的多2000万，我转你1亿1000万。伯父、郭老，思思还有一部分家具在铺子里没有结算，你们要不要现在？对，我们怎么把这茬给忘了？随后唐伯父和郭老每人又转给思思2400万，思思账户上又成功增加了4800万，他们与思思就算彻底钱货两清。思思，现在这些钱够还贷款吗？想到齐墨涵那边还需要大量的物资，思思也是藏了个心眼儿，毕竟这种事情他不好和外人解释，只能以缓解商场危机来做借口。学长，银行贷款的钱快凑齐了，应该问题不大。这话却让唐伯父发现了商机。四姑娘下一步打算如何凑钱？是不是手里还有古董？四姑娘若是手里还有大齐国的古董出售，就来找我和老唐，咱们已经做过几次生意，相信你也了解我们的信誉。唐伯父、郭老，我手里的确还有些古董想要出售。这话一出，俩老头立刻来了兴致。四姑娘，什么时候可以将那些古董送到铺子里？
唐伯父、郭老，我那里大概还有20几个花瓶摆件，你们可还收？四姑娘，花瓶摆件的价格你也清楚，虽然你手里还有那么多，唐伯父也不再和你压价。如果品质过关，咱们还按照上次价格进行交易，如何？好，就按唐伯父说的。既然如此，不如咱们现在就交易。好，我现在就回去将那些古董运到铺子里。思思，我去帮你。那就麻烦学长了。随后思思就和唐旭一起把剩下的花瓶全部搬到了古董铺子，最后唐伯父也是以3000万成交。回到房间，思思看见梁小芝也在，便马上到仓库拉了30几车粮食到房间，让梁小芝运回去。另一边，齐墨寒和云太妃看见房间里这么多粮食，也是惊掉了下巴。思思姑娘这是准备了多久，竟然一次弄来这么多粮食？外祖母，姐姐说了，未来几天都会送这么多粮食过来。什么？思思姑娘说每天都送这么多粮食？你们可看到有人帮思思姑娘一起运送粮食？从来没有，姐姐说了，她住的地方不会让外人进来。慕寒，你瞧瞧，你瞧瞧，这姑娘的多辛苦，你一个大男人搬这么多粮食都要找人帮忙，思思一个人是如何做到将这么多粮食搬上车的？齐墨寒闻言，心中就是一阵莫名的揪痛，他脑中瞬间就出现了思思那纤细的身影。这时萧晴儿就将录制视频的手机递给了齐墨寒。舅舅，姐姐有话说。齐墨寒迫不及待地打开最新视频，视频里面出现的并不是思思本人，而是大半个仓库的粮食。云太妃、齐墨寒，这是我家超市的仓库，里面粮食都是我父亲生前助农活动时候收购的。紧接着他就走到了一辆齐墨寒和云太妃都不认识的东西前面。这是一种生产工具，名字叫做叉车，有了它，我搬运粮食就不需要花什么力气。看完了全部视频，云太妃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墨寒，你说思思姑娘那里是不是有神仙？如若不然，为何这东西会如此神奇，都不需要任何人力？那叫做叉车的东西自己就能工作。母妃，您想一想，思思姑娘生活在1000年以后，咱们还是不要小看了人类的智慧。看来是母妃多虑了，以为思思姑娘一个人搬运那么多粮食，担心她辛苦。现在好了，她用的那个什么叉车就会节省很多力气。齐墨寒点了点头，并没有再接话，而是到了一边，来回将思思刚刚录制的视频看了好几遍。原来这小子喜欢思思姑娘这种类型的，可惜呀，思思这么好的姑娘和我们生活在不同时代。母妃，儿臣只是对思思姑娘那里的环境比较好奇，才多看了几遍视频而已。得，你知道就好。另一边，思思已经在银行办理还款事宜了。出了银行，思思就回到大厦的采购部，直接打电话给以前超市的供应商。供应商们听说商贸大厦的超市要进货，以为这里马上就要对外营业，为了不影响未来的合作，他们最快的速度将货物送过来。直到晚上9点多，思思才打发走了最后一位供货商。当他回到房间时，却发现梁小芝还没有回去。你们怎么还在？姐姐，我们那里下雨了。真的？是真的，姐姐。外祖母让晴儿和哥哥立刻来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姐姐。听到这个消息，思思知道那边老百姓的苦日子马上就要结束了。这时秋水城的老百姓们已经彻底沸腾了，每个人都出门欢快地迎接着久违的雨水。只有卷着秋水城公账银两逃跑的那群官员心绪不宁。曾经作为秋水城总督的乔振武怕齐墨寒会找他秋后算账，于是他来到了鬼点子多的小舅子司超群的家中。这时司超群与罗雪华夫妻俩则是愁眉苦脸地盯着床上双目紧闭的男孩发呆。老公，虽然这孩子不是咱们亲生，但是咱们毕竟占了人家父母的身体，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去死。怎么说，这都是一条人命啊。咱们初来乍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又闹旱灾，除了这几户，周围都没有人家，更别说找大夫了。以我的经验看，这孩子烧的至少有39度，再这样下去，还不得活活被烧死。司超群沉思了一瞬，像是想起了什么。老婆，我记得思思小时候，咱们带着她回老家的时候，她半夜发起了高烧，你就是找邻居要了一些高度白酒，以物理降温的方式帮她退烧的。瞧我怎么把这件事给忘了。老公，不如你去你那位便宜姐姐家走一趟。就在司超群刚走出大门时，乔振武就迎了上来。超群这是要做什么去？姐夫，我正准备去你那里讨些白酒，你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走走走，我们进屋说。司超群也没有拒绝，他也想看看这个无事不登三宝殿的姐夫到底有什么事找他。超群这是馋酒了。
不，是犬子染了风寒，已经高热一整天。小弟担心烧久了孩子性命不保，便想到一个偏方，用白酒擦拭手心和脚心可退热，便想着找姐夫讨些白酒回来试试。原来如此啊，正好我那里还有一点白酒，稍后我就命人给你送过来。这倒是让司超群松了口气，有人给送来，总比他被那便宜姐姐缠着出主意要好。姐夫深夜至此，一定是有什么事吧？兄弟，老天爷下雨了。下雨难道不是好事吗？下雨对天下苍生的确是好事，可对于咱们来说是祸事啊！你平日里最有主意，眼下这件事你看要如何，咱们才能躲过灾难？司超群就知道这位便宜姐夫深夜到访，定然没好事，这是又来找他出主意了。只可惜他不是原身，没有那么多歪歪点子。他和妻子罗雪华因车祸离世，结果魂魄竟然穿到了这里，和他们同名同姓的一对夫妻身上。姐夫，这件事非同小可，不如你给小弟些时间考虑如何？超群啊，这件事你一定要想个好主意，只要咱们能够成功躲过此劫，姐夫定然不会亏了你。司超群侧头冲着乔振武的反方向翻了个大大的白眼，心中忍不住吐槽：跟着你一起出来2年，全是原主一家自给自足，还不亏了我，怕是等你脱困以后，第一件事就是甩了我们一家拖油瓶。姐夫放心，小弟一定以最快的时间想出解决之法。这件事就拜托超群了，时候不早，我现在就回去了，稍后就派人送酒。等乔振武回家后，立马命人将一小壶酒送了过来。随后，司超群两夫妻就小心翼翼地为孩子擦拭身体。同一时间，齐墨寒已经带着人在来抓贪官的路上了。半个时辰后，思雨退了烧，此刻人已经有了清醒的迹象。想到刚刚乔振武来的目的，罗雪华就愈发担心。老公，现在思雨已经醒了，不如咱们就趁着今夜离开这里如何？好，我们马上就走。收拾好所有东西后，夫妻俩就带着孩子坐着木板车逃离了这个地方。然而路程走到一半时，司超群感觉到了有些不对。老婆，前面好像有人。这大晚上的，除了我们一家这种逃命的，谁会选择在这种时候出行？无外乎就是2种，一种是官府，一种是匪徒。无论哪一种，都是我们避之而不及的。随后，司超群驾着车偏离这条土道，以此来躲避那些人。此时的齐墨寒已经发现了他们，为了不打草惊蛇，他带着一小队准备从侧面包抄。好巧不巧的是，躺在车上的思雨突然咳嗽了2声。爹娘，我在这里很是不舒服，我要回家。罗雪华也在心里暗骂这孩子被原主娇惯坏了，一点都不懂得审时度势。这孩子还真是，若是咱们的思思，绝不会如此没有眼色。齐墨寒听到思思的名字，连忙抬手制止手下人的行动。他打算继续听一听，这2人是否还会提到思思。我们思思多有眼色，那可是结合了咱们俩的优良基因。咱们离开这么多天，不知道思思那里能不能撑得住。商场被银行回收就回收，可别让孩子为难。我也惦记思思，若是能回去，我一天都不想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待。只可惜我们都没能找到回去的方法。夫妻俩简单说了几句，再没发现有人，就准备驾车继续出发。随即眼前就出现一黑色瘦高身影。你们认识思思？好汉，一场天灾，咱们这些百姓能够活命就已经不易，身上真没有什么值钱的物件。回答本王的话。本王，此人竟然用本王自称，这人必是荣王无疑了。真倒霉，动作还是慢了一步。不过穿越这种事情太过匪夷所思，即便讲出来，恐怕也不会有人相信。看来只能胡编了。草民刚刚说的思思是我们苦命的女儿，只可惜那孩子在几年前就失踪了。你们为何会深夜在此？那边村子现在有人居住吗？王爷，草民的姐夫是曾经秋水城的总督乔振武，就住在村子里。草民一家当初就是跟着他来到此处的。齐墨寒没有吭声，只是微微抬了抬下巴，示意他继续。草民本以为跟着姐夫可以不挨饿，能顺利熬过灾情，没想到他将草民一家带到这个村子后，就过起了关门闭户的日子。幸亏草民在旱灾以前自己攒了些银钱，找到门路高价购买粮食，撑到现在。如今草民家的银钱已经全部花光，粮食也所剩无几，为了糊口，这才决定带着妻儿出去找生机。按道理，齐墨寒是不会相信他这种说辞的，可不知道为什么，他在司超群的身上总能找到那么一点让人熟悉的感觉。随后，齐墨寒就这样放过了他们，甚至还派人送他们回了秋水城。有了司超群提供的线索，齐墨寒带人成功将睡梦中的人全部擒获。回到王府，进入房间后，齐墨寒直接就惊呆了。整个房间不光是地上，就连桌上和床上都被各种物资堆满。母妃，思思姑娘今日怎么送来如此多的东西？晴儿和木槿早起去了思思那里，
思思说昨日帮咱们采购了许多物资，他那里的库房有些存放不下，就让孩子们运了过来。另一边，思思和唐旭吃完饭后，一个人在街边散步时，忽然被两男子套进麻袋绑到了一山顶别墅。当打开麻袋后，思思才看清面前的两人。是你们？表妹，没想到舅舅和舅母去世没几天，你就补齐了银行贷款，真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呀！你们到底要干什么？没什么，谁让你从小就比别人拥有的多，现在又成了商贸大厦名副其实的主人，这都是你的错，知道吗？王彦博的声音都有些变了味，听在思思耳中可怕至极。大哥，你别吓唬他，稍后爸妈来了可能还有话要问，万一把他吓傻了，什么都问不出来，咱们这2天岂不是白白忙活？王彦恒刚说完话，姑姑司超金和丈夫王军并肩走了进来。我想你应该知道，为何会将你抓到这里。傻子都会知道是为了钱。你什么都没有做错，唯独身份害了自己，你就不该是商贸大厦的继承人。如果你死了或者失踪，你想想，商贸大厦会由谁来接管？知道了王军的目的，思思知道现在的首要目的是先稳住他们。有了想法，思思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甚至还表现出一副有些被吓傻的样子。王军看到思思的表现，以为她已经被吓唬住了。走吧，这丫头现在还不能死，你们几个最近就不要回市区了，留在这里看管。你绝不可以心软，知道吗？面对王军的提醒，司超金眼神有些躲闪，不过很快他就恢复到了正常。老公你放心，为了咱们未来的好日子，我绝不会放走这丫头的。另一边，梁小芝晚上见思思没回家，于是就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了齐墨寒。听到这个消息的齐墨寒也是急得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墨寒，思思姑娘那么善良，一定不会有什么事的，稍晚些她定然能回来。母妃都已经快亥时末了，儿臣真的担心她会出什么事。他的话音刚落，萧晴儿的小身影就突然出现了，小姑娘手里还拿着思思落在家里的手机。晴儿，是不是思思姑娘回来了？舅舅，姐姐没有回来，是她的手机不停唱歌。晴儿学着姐姐的样子，滑动了一下那个绿色按钮，里面就传来一个叔叔的声音。齐墨寒不知道手机有通讯功能，甚至也顾不得这东西为什么会唱歌，以后会传来什么叔叔的声音。晴儿，你告诉舅舅，那个叔叔有没有说思思在哪里？叔叔也在找姐姐，还问晴儿是谁。那你是怎么回答的？晴儿说姐姐不在，我是她的远房亲戚。外祖母、舅舅，木槿想起来一件事，姐姐在家的时候，她的手机唱歌，里面就传出过那位叔叔的声音，是那位叔叔要请姐姐吃饭，姐姐才出去的。是的，是的，刚刚和晴儿讲话那位叔叔和请姐姐吃饭的叔叔是同一个人。听到这儿，齐墨寒已经知道思思出事了。母妃，儿臣要去救思思姑娘，你们两个拉着舅舅多试几次，舅舅就不相信不能跟着你们一同出现在思思。随后梁小芝拉着齐墨寒穿越时空隧道，结果他们两个成功去了思思那里，齐墨寒仍旧在原地。就在齐墨寒恼怒时，却传来了吓人的禀报声：启禀王爷，恒王和金王求见。他们来此作甚？让他们先在会客厅候着，就说本王现在有要务在身，稍后再去见他们。墨寒，俗话说无事不登三宝殿，恒王和靖王深夜至此，定然有什么要紧的事，你要不要先去看一看？启禀王爷，恒王和靖王说有10万货级的大司和银匠，希望你能够快些去见他们。告诉他们，本王稍后就到。会客厅内，恒王与靖王正背着手在那里来回踱步，从他们的面容上不难看出，两人此刻的心情都不是很美丽。二哥，你说武帝这是在做什么？为何迟迟不来见咱们？武帝一定是被什么事情绊住了，咱们再安心等一等。咱们冒着大雨深夜至此，傻子都能猜到会有10万火急之事。再说了，咱们两人都是他的兄长，哪有兄长到了被晾在这里的道理？晋王越说火气越大，朝着身旁的椅子狠狠踢了一脚，以示不满。这时齐墨寒就从外面走了进来，让两位皇兄久等了。武帝，咱们兄弟恐怕要遭殃了。皇上传旨到我们封地，限咱们兄弟在1个月内准备1万担粮食送进京。想必武帝也知道咱们那位好皇兄做太子的时候就嚣张跋扈、六亲不认，自从做了皇帝更是暴虐成性。咱们兄弟有多少死在了他的刀下，如今只有咱们3人还活着。两位皇兄，我这里百姓都食不果腹，这粮食我拿不出来。武帝，你就不怕抗旨不遵，会和其他兄弟落个同样下场？是啊，武帝，咱们兄弟3人能活到如今不容易，二哥可不想步其他兄弟的后尘。更何况我和3弟的母妃都还留在宫里，一旦我们敢有一丝丝的反抗，皇上肯定第一个拿我们的母妃开刀。两位皇兄无需说太多，兄弟我若是有那么多粮食，宁愿分给封地内的百姓，也不会送去京城。
我弟，粮食别说你这里，就是打死三哥也拿不出来，但我们又不能弃母妃生死于不顾。看在咱们兄弟一场的份儿上，你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哥哥我为难而不帮衬。两位皇兄深夜至此，想必已经想到什么解决之法，不如说出来，咱们商量一下。不瞒五弟说，解决之法二哥的确想到一个，只是这个办法有些牵强，能办成的可能性并不大。什么办法？想必五弟也听说一段传说，在咱们三人封地中间有一名为索兰的山涧，据说那里生长着一只千年河蚌，河蚌体内共生长了108颗珍珠。这个我刚到封地的时候，听当地百姓提起过，这种传说二哥会信以为真。我当初也以为这只是谣传，在没闹旱情以前，我带人出门游玩，经过索兰涧的时候，亲眼看到一白色庞然大物浮在水面，仔细观察过后，确定就是一只偌大的河蚌。二皇兄的意思是想抓这河蚌送去京城，以此来抵那1万担粮食。我的确有这个打算，眼下这年纪，别说要1万担粮食了，就算是10担，哥哥我也拿不出来。二皇兄就如此确定，京城那位拿到珍珠就不要粮食了？我弟有所不知，京城那位不知从哪里得知了这千年河蚌的传说，曾经给我和二哥写信提及过此事。他信中说，无论我和二哥哪一个人，但凡能抓到那只河蚌，就会答应我们一个条件。两位皇兄的意思是要现在去抓那只蚌精？我与三弟现在根本拿不出粮食，又不想在宫里的母妃因此丢掉性命，为今之计，只能打这只千年河蚌的主意。既然两位皇兄早就知晓此事，为何选择现在去捉千年河蚌？那索兰涧的湖水中不但有千年河蚌，还有一只守护它的水兽。那二哥现在还有什么好的办法？五弟，魏兄确实已无计可施，顾冒雨深夜赶赴秋水城，与你共商对策。两位皇兄，容我3日的时间去安排，3日以后，我准时带人前往索兰涧，如何？既然如此，就听五弟的安排。3日后，咱们兄弟索兰涧不见不散。另一边，唐旭通过蛛丝马迹来到了别墅外，就在准备敲门时，却被王军一棒子打晕过去，扔进了思思的房间。2天后，唐旭的家人联系不上唐旭，就立马报了帽子叔叔。最后，帽子叔叔通过调查确定了唐旭最后消失的地方就是这座山顶别墅，随即就开车过来走访。王军几人通到声音，就发现事情暴露了，立即踢开唐旭，将思思带到后山准备逃跑。结果路过山涧时，思思一不小心掉了下去。与此同时，齐墨寒3人带着护卫来到了索兰涧，经过几轮拼杀，也是消灭掉水兽，成功捉住河蚌。就在齐墨寒准备带着人返回秋水城时，思思却从天上掉到了水里。齐墨寒第一时间就认出了思思，随即立马将她救起，并抱着飞奔回了王府。刚走进院子，齐墨寒就吩咐守在那里的婢女，快去请府医过来。随后，齐墨寒抱着思思来到梁小芝的房间。母妃，快将床铺好，思思受伤昏迷了。云太妃尽管心中震惊，但也顾不得问太多。墨寒，快将思思放到床上。姐姐怎么到我们这里来了？你们的姐姐受伤昏迷，先不要打扰她。这个时候，府医也提着药箱过来了。府医帮思思把脉过后，起身朝着齐墨寒与云太妃说道：“太妃娘娘，王爷，这姑娘应该是多日没有好好休息，导致身体虚弱，再加上身上有伤淋了雨，才导致高热不退。既然已经检查出了病状，就请府医先开药帮她治疗吧。”这个太妃娘娘想必是忘记了，大旱2年多，咱们府里已经没有常用的草药了。难道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我立马叫人去发布告示，全城收购药材。此时的荣王府门前，司超群正在苦苦哀求守门的护卫：“求求您了，就帮忙通禀一声，我是刚刚荣王殿下抱回来那姑娘的亲人。王爷刚刚回来的时候已经吩咐过，他有要事处理，不见任何人。不见王爷也可以，我只是要见见那位姑娘，我的亲人。这里是荣王府，不是什么人想进就能进的，识趣点还是早些离开，免得王爷知道了怪罪。”没办法的司超群也只能先回家。老公，你干什么去了？为何深夜都不回家？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老婆，我今天看到思思被荣王抱进王府了。老公，你不会眼花了吧？我可以确定那个女孩子就是咱们女儿思思。那我们明早再去荣王府门前等待机会。荣王府内，恒王和晋王正在小心翼翼寻找河蚌里面的珍珠，结果一个偌大的河蚌都被他们弄烂了，也没看到有什么珍珠的影子。二哥，你说会不会是咱们抓错了？绝对没有抓错，这可是千年河蚌，普通的河蚌怎么可能长出如此大的个头？二哥，没弄到珍珠，我们就要交1万担粮食，否则就是抗旨。恒王则是紧锁眉头，一言不发。二哥，你倒是说句话呀，咱们下一步究竟该如何？三弟，这件事非同小可，咱们还要和五弟商量一番，看看他可有什么好的应对之策。
我弟都打算抗旨了，找他商量无非就只有这一个结果。不管如何，这都是咱们三兄弟的事儿，和五弟商量十分有必要。此时在房间里的思思吃过药后也苏醒了过来，就在抬头的瞬间，他认出了齐墨寒。齐墨寒，我这是在哪里？这里是秋水城的荣王府。不对呀，我记得我在我们那个时代掉下了山涧的，难道我穿越了？我在索兰剑带人捕捉千年河蚌，就看到你从山崖坠落到潭中，将你救起后带到了王府。听到这，思思也意识到自己穿越了，但他又想到了自己穿越后商城没有继承人，会被充公处理，他不忍心父母的心血断送在他的手里。齐慕寒，你带我回出事的地方，我要寻找回去执法。思思，你留在这里不好吗？有本王在，以后再不会有人欺负你。不行，我要回去，商场不能没有我，我要回去守着商场才能。他的话还没有讲完，身影忽然就消失在齐墨寒的面前。齐墨寒慌了，他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刚刚还在他面前讲话的姑娘，眨眼间就消失不见了。思思，你去了哪里？你不要吓唬本王。就在齐墨寒不知所措之时，云太妃走了进来。墨寒，是不是思思姑娘的身体熬不住了？母妃，思思突然消失了。什么？你说思思不见了？齐墨寒沉重地点了一下头，也再不再说话。墨寒，思思本就不是咱们这个时代的人，她突然消失，应该是回到了她的世界。也许吧。另一边，思思也回到了商场的33楼，只是此时此刻，思思的脑子里还是一团浆糊。最近发生的事让她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最后，思思冷静下来后，就给唐旭打去电话：“学长，是我，你还好吗？”再次听到思思的声音，唐旭声音瞬间拔高1个度，激动得无以言表。思思，真的是你吗？思思，你现在在哪里？我立刻去找你。学长，我已经获救，人现在很安全。思思，我获救的时候，救援队的人并没有寻到你，你是如何脱险的？学长，我是被一位路过的渔民所救。那你没受什么伤吧？学长，我这里一切都好，我现在有点事，晚一些咱们再联系。好，你那边忙好了就打电话给我。挂断电话，思思仍旧处在迷茫当中。她实验了好几次，手机只能打通唐旭的电话。就在思思琢磨到底是哪里出问题的时候，她就感觉到身边出现一股无形的吸力，将她整个身体从房间吸了出去，再次出现在齐墨寒的房间中。思思，你到底去了哪里？怎么会突然消失？我脑子里一直想着要回去商场，刚刚有了那个念头，我就突然出现在我原本居住的房间里面。此时，思思在给齐墨寒解释的时候，又不经意间提到了回去商场几个字。这次他的身体虽然没有出现在商场顶楼，可意识却如同身临其境一般。这时思思才发现自己的商城可能是自己的空间。思思此刻正沉浸在自己的思绪当中。齐墨寒突然发问：思思，你是否可以答应我一件事情？只要是我能做到的，都可以答应你。你若是再回去你那里，可不可以先告诉我一下？我现在已经无法回去，只能意识进入。这是为何？难道你和晴儿、木槿他们不同，去你那里不需要通过那扇门？我根本没看到什么门，这一切完全是凭借意念。你是说，你回去你那里不需要像木槿和晴儿一样走那扇门？是的，我只需要凭借意念，只可惜我现在只能使用意念回去我那个地方，身体已经无法进入。思思，以后你就安心留在这里，我保证不会有任何人来伤害你。好，以后可能要叨扰你了。怎么是叨扰呢？母妃和木槿他们都很喜欢你，你留在这里他们会很开心。现在这商场成了我的空间，我还可以在里面取粮食出来，百姓们的吃食问题暂时还不用担心。他之所以说暂时不用担心，是因为超市里面的粮食毕竟有限，早晚会有吃光的那一天。这里是我的卧房，你就暂时留在此处休息，我就住在隔壁房间，有什么事情喊一声即可。思思刚想答应，结果那不争气的肚子当着齐墨寒的面咕噜噜叫了好几声。你是不是饿了？我这就命人去煮些粥和小菜来给你吃。还是别麻烦了，我去商场的超市里拿一些速食，简单吃一些即可。他的话音刚落，整个人就再次消失在齐墨寒的面前。思思很是诧异，刚刚我怎么想着进入商场都没有成功，为何这会儿又可以了？难道这商场空间也是看心情的？高兴了就让进，不高兴就在外面老老实实的待着。唉，不管怎么说，能再次进入是好事，抓紧这次机会，再和学长联系一次。思思拿起手机，就发现上面出现了10几个未接来电，都是唐旭打来的。就在他打算回拨过去的时候，唐旭的电话又来了。学长，思思，你去了哪里？刚刚打了那么多电话你都没接。我刚刚有些累，
手机放静音睡着了。思思，办案的民警在我这里，他们不相信你还活着，现在你来和民警讲话。你真的是思思吗？我这里会全程录音，讲话以前一定要想好了，若是这种情况下说谎是要承担法律责任。我就是思思，这怎么会是假的？既然你说你是思思，请立刻到市医院来一趟，我们有问题需要问你。我若是能从商场出去，根本不用你们找我，我早就主动去找你们了。我现在不方便出门，只能电话里配合调查。你这样，我们无法确认你的身份。我们可以开视频。警官大哥，思思一个小姑娘遇到这样的事情一定是吓坏了，不愿意出门也情有可原。视讯也同样可以看到她的脸，完全可以确定其身份。既然如此，也只能这样了。思思也听到了民警和唐旭的对话，确认对方已经同意后，果断挂断电话，给唐旭发来了视讯。民警也不耽误时间，直接提问，思思也是如实回答。视讯笔录差不多20分钟完成。挂断电话，思思又莫名其妙地传回了古代。齐墨寒这时也是一脸诧异地看着他。对不起，齐墨寒，刚刚我不是故意要消失的，应该是我说了那一句去商场超市，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没有关系，只要你不是永远消失就好。对了，你2次突然消失，时间几乎一致，都是2刻。被这样一提醒，思思仿佛豁然开朗。我第一次进入商场，凭感觉应该是半小时左右。第2次，我特意看了一眼时间，刚好半小时就被吸出来了。难道我进入商场内只能停留半个小时，或者是每天只能进入商场1次？看来要等明天再试一下了。齐墨寒，今天这么晚了，我想先睡觉了。那行，思思，我就在隔壁，有事你叫我就行。第2天，思思还没睡醒，萧晴儿就来了房间。姐姐，你醒了吗？是晴儿来了呀。姐姐，你的身体好些没？好多了。那我们去院子里逛逛吧。随后萧晴儿就带着思思来到了院子，此时云太妃也在院子里坐着。思思呀，来过来坐。昨晚睡得还好吗？身体还有没有不舒服？云太妃，谢谢您的关心，我身体已经好多了。姐姐，晴儿和哥哥去你那里的门消失了，我们以为再也见不到姐姐了。晴儿乖，你们以后不能去姐姐那里也没有关系，以后姐姐就在你们这边了。真的吗？那太好了。思思啊，我已经听墨寒说了，不管你遇到了什么事情，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以后就安心留在荣王府和我们一起生活。哀家一定会将你当成亲生女儿般看待的。还不待思思客套什么，就听到外面有人在和齐墨寒讲话。王爷，恒王和靖王已经在议事厅等候您多时，您看。去见他们，毕竟是自家亲兄弟，晾太久终归说不过去。随后齐墨寒进入议事厅，晋王看见他来，顿时就沉不住气了。五弟，咱们昨日费力捕捉到的千年河蚌，里面竟然没有珍珠。既然如此，2位皇兄有何打算？有何打算？我们要是有打算，何必要一夜不睡等着你来一起商量对策？三弟，你不要着急吗？现在五弟来了，咱们兄弟坐在一起慢慢商量。千年河蚌身上没有珍珠，我也还是那句话，没有粮食送去京城。听了齐墨寒的话，恒王的脸也垮了下来。五弟，咱们兄弟如今可是被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如果京城那边真的因为此事怪罪下来，咱们兄弟谁都跑不了。这一点齐墨寒自然知晓，可现在他也拿不出粮食，他又能如何？如今思思已经来了我这里，秋水城百姓的物资都随时可能会中断，更是没有多余的粮食送去京城供养卖暴君。就在齐墨寒3人为此时陷入僵持时，门口的侍卫就跑进来了。启禀王爷，那日晚上我们在村庄见到的夫妻要求见王爷。就是那晚在村外给我提供消息的夫妻吗？回王爷就是他们。那晚那对夫妻提起了思思，现在思思到我们这边来了，莫非他们和思思真有什么关联？那行，你带他们去会客室等我。你们来见本王是有什么事吗？王爷，我们夫妻怀疑你那晚抱回来王府的姑娘是我们失散多年的女儿。听罗雪华提起自己失踪的女儿，齐墨寒再次陷入了迷茫。那天晚上初见这对夫妻的时候，他们口中确实提到思思的名字，你们将自己的名字写在上面，还有你们女儿的生辰都一并写好。我现在无法判断这2人的情况，想着让他们将这些信息写好，拿给思思看过就可以真相大白。司超群按照要求写好后，齐墨寒拿起纸张就走了出去，随后来到了院子里，直接将司超群写了字的纸展开给思思看。思思，你看看这纸上写的东西。思思看到纸上的字，顿时就惊呆了，紧接着她的眼泪就如同断了线的珍珠般停都停不下来。
乖孩子别哭，就算遇到天大的事情，都有莫寒为你顶着呢。齐莫寒，你能告诉我写这些字的人在什么地方吗？我现在就带你去见写字之人。几分钟后，两人来到了司超群和罗雪华的房间。司超群和罗雪华在看到那张熟悉的面孔后，也是激动了起来。思思，真是我的宝贝思思。然而思思看见这两张陌生的面孔后，也是十分诧异。你们是何人？思思，我是妈妈呀，你不记得妈妈了吗？思思呆愣地看着眼前30多岁的一对中年男女，这两张比爸妈年轻了至少10岁且完全陌生的脸颊，她怎么都无法将他们联想到一起。思思，你最喜欢吃妈妈做的糖醋排骨，每次放假回来，妈妈无论多忙，都会亲自下厨为你制作。还有，你喜欢草莓熊，你房间里面连被子都是草莓熊图案。还有你小学毕业典礼的时候，因为爸爸妈妈忙工作没有去，你因为这件事哭了一整天。爸爸妈妈出事以前已经答应你，今年生日时候送你一只白色小狗做宠物。你们讲的这些，的确都是我爸爸妈妈知道的事情，可是为什么我会认不出你们？这个爸爸可以解释，只不过……他的眼神再次落到齐莫寒身上，希望对方能明白他的意思。本王不清楚你们到底是何身份，为了思思的安全，有什么话就当着本王的面讲。荣王是我的救命恩人，有什么话当着他的面讲没有关系。我和你妈妈那日在高速公路出车祸以后，本以为就这样离开了，谁知我们一睁眼就穿越到了这里，如今我们的灵魂就附在这两具身体上。听完司超群夫妇的讲述，思思已经完全可以认定就是他的父母，随即思思就扑进罗雪华的怀里，放声大哭，仿佛要将他们离世到现在受到的委屈一股脑发泄出来一般。10多分钟后，三人哭累了，司超群才想起来询问：思思，你为何会来了这里？不会也像我和你妈妈那样穿越了吧？可是你穿越为什么还是原来的身体呢？随后思思从遇到梁小芝开始讲起，一直讲到被王军父子绑架送到山顶别墅，一直到他不小心坠落悬崖，然后被齐莫寒救起，商场如今成了他的空间等。都是你的好姐姐，一家子就像个吸血鬼，供养他们那么多年还不知足，竟然为了夺得财产对思思下这样的狠手。当初我就劝过你，司超基那里就是个无底洞，再这样帮下去早晚会酿成大错。可是你呢？你从不将我的劝告放在心上，可怜我的女儿，还没从失去父母的阴影中走出来，又遭受了这样的虐待。思思，是爸爸的错，爸爸当初就不该心软，没想到他们竟然如此恩将仇报，这样对待我的宝贝女儿。现在你知道自己做错了，当初就不该引狼入室，老爷子的山顶别墅给他，最后竟然成了关押我女儿的地方，真是造孽呀。司超群夫妻和思思相认后，就准备带着思思离开王府，刚走到了院子，齐莫寒就追了上来，并邀请思思和他父母一起住在王府。齐莫寒，你的好意我们心领了，我们一家3口来自未来，很多生活习惯可能会与你们不同，还是单独生活比较方便一些。说着说着，思思就发现齐莫寒的脸色有些不好。我和爸爸妈妈一起，以后也会在秋水城生活，想要过来你这里看云太妃和木槿、晴儿他们也很方便。既然你们已经做了决定，我也不会强求。以后若是在秋水城遇到什么困难，尽管来找我就是。他的话音刚落，司超群的肚子就不合时宜的叫了几声。爸，我在商场给你拿些吃的，你和妈先垫垫肚子。母妃那里已经准备好了早餐，不如去墨竹院一同用餐。司超群看了一眼罗雪华，两人都觉得刚刚已经拒绝过一次齐莫寒的提议，再拒绝也不太好。如此就多谢王爷了。司叔叔、司婶婶不必多礼，以后你们就当我是自家人就好。来到饭堂，只见云太妃和梁小芝端坐在饭桌前。母妃，这2位是思思的父母。不明真相的云太妃尽管心中诧异，但她又不好当面多问。思思是个非常善良的姑娘，能教出这样的女儿，你们夫妻一定也是品行端正之人。晴儿要和姐姐坐在一起，木槿也要。听到梁小芝还喊思思为姐姐，齐莫寒心中盘算着差了辈分。以后你们对思思姑娘的称呼要改，就叫小姨吧。舅舅，姐姐很年轻，晴儿喜欢这样称呼她。思思和梁小芝不懂齐莫寒的骚操作，但根本瞒不过久经商场的司超群。哀家觉得莫寒言之有理，思思的年纪放在大齐国，早已经嫁人，膝下的孩子都好几个，让晴儿和木槿喊她小姨正合适。最终，两小只在舅舅和外祖母的要求下，正式改口称呼思思为小姨。吃完饭后，齐莫寒就用自己的马车带着思思几人回到小院。刚进院子，就看到正房里面走出好几个人，这几人就是司家的族长和几位族叔。
草民等参见荣王殿下。这些是？这位是我们私族的族长，这位族老是3叔，那位是4叔。齐墨寒了解到对方的身份，清楚这些人找司超群定然是要说一些家事。他虽然贵为秋水城的主人，但也不好干预别人的家事。既然你们有家事要谈，本王就不留在这里打扰了。说完，他从怀里取出一块上面刻画着古朴纹路的腰牌，交给司超群。日后若是遇到什么困难，尽管到荣王府找本王就是。守门的看到这令牌，就如同看到本王，绝不会有任何的阻拦。王爷使不得，这么重要的东西交给草民不合适。无碍，本王觉得合适就合适。他生怕司超群再拒绝，扔下这句话就离开了。齐墨寒一走，司家族人终于松了一口气，还不待他们开口，司超群就主动询问起来。族长和各位族叔来寒舍，可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超群啊，这姑娘是……族长，各位族叔，这就是19年前我们放在高人那里养大的女儿，高人亲自为她赐名为思思。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没有什么比一家人团圆更重要的。族长倒是没有四叔想的那么简单。你是从什么地方回来的？外面到处都是难民，那高人就放心你一个人回来。族长爷爷，我跟着高人师傅一直住在索兰剑附近，师傅说我的坎已经成功度过，到了和父母团聚的时候，便打算亲自送我回到秋水城。结果路上遇到了一伙强盗，我和师傅都受了些伤，幸亏遇到荣王殿下赶到救我们，还顺便将我送回秋水城。听到思思这么说，尽管族长心中疑惑，但他也不想去深究。超群啊，我听人说你们一家自从回到秋水城，日子不太好过，不如就跟着我们一同回族里，那边你父母的祖宅还在，回去以后你们一家就可以在那里安顿，总比在外面挨了要好。多谢族长和各位族叔对我的关心，这件事我想和内子以及2个孩子商量过后再做决定。别，我愿意跟着族长爷爷回族里居住。思雨啊，你说说，你为什么愿意跟着我们回族里居住？族长爷爷，我跟着爹娘回到秋水城，周围的小孩说我爹娘都是个混不吝的，看到我就会用泥巴丢我，现在我连院门都不敢出去。听到思雨这么说，司超群表示考虑一天，明日给答复。解决完这事后，司超群一家就来到了屋里，刚进屋，思雨就发出了疑问：你真的是我姐姐吗？爹娘，为什么你们将姐姐生得如此貌美，而我却是这个样子？司超群和罗雪燕相互对视一眼，这题要怎么解？毕竟夫妻俩除了名字和原主一样，其他的都不一样。你年纪还小，长大一些就好看了。司超群刚说完，思雨的肚子就叫了起来。马车里有我带回来的食物，我这就取一些过来，咱们一家人好好吃上一顿。爸，你和我一起去拿。随后思思进入空间拿了一些吃的，司超群看见思思的操作也是十分震惊。爸，你是不是觉得很不可思议？的确不可思议，饶是我经商多年，见惯了大场面，这种商场空间的存在仍旧有种不真实感。爸，你看，这是你最喜欢的雨前龙井，还是竹筒包装。思思，爸爸不是在做梦，咱们在现代的东西真的能带到这里？是啊，没想到我们一家3口会以这样的方式在大齐国团聚，还有商场作为空间，相信咱们未来的日子一定差不了。随后2人就把所有东西带回了屋子。思雨看见这些东西，眼睛瞬间发光。爹娘，姐姐的高人师傅是神仙吗？竟然给她带了这么多好东西。你姐姐的高人师傅是不是神仙娘不清楚，不过这些的确都是好东西。爹告诉你，你姐姐高人师傅给了这么多东西的事情，你不能对任何一个人讲，知道吗？你放心吧，爹，这种大家都缺衣少食的时候，我若是将咱们家有好东西的事情说出去，那我就成了傻瓜，万一被人抢去咋办？等一家人吃完晚饭后，没有什么娱乐活动的思思一家就准备睡觉，然而习惯了晚上刷剧的思思根本睡不着。思思，你是不是也和妈妈一样睡不着？妈，你和爸爸来了这些天，一直都是这样的作息吗？我和你爸爸穿来这里，一方面担心你在现代的生活，另外又担心会被荣王抓到。开始那2天几乎是彻夜未眠。接下来母女俩可以说是在互诉衷肠，聊着聊着就快接近凌晨12点。妈，还有1-2分钟我的身体就可以进入空间，我打算试试是否能将你也带进去。罗雪华听闻女儿要带自己进入商场空间，眼睛顿时就亮了。若是我可以进去就好了，可以美美洗个热水澡。妈，我现在就试着带你进入商场，若是没成功的话，结果就是我一个人消失。你见到这场面不用担心，最多半小时我就会再次出现。妈妈知道了。见妈妈已经做好准备，思思意念一动，
整个人就消失在原地。令人兴奋的是，罗雪华也成功跟着进来了。罗雪华打量了一番这熟悉的环境后，一头扎进浴室。思思则是拿起床头柜上面放着的手机，竟然有20几个唐旭的未接来电。思思也顾不得时间太晚，立刻拨了回去。喂，思思，你怎么一整天都没接电话？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学长，我今天有些事情要忙，一直没看手机。你打这么多电话给我，是不是有什么要紧的事情？思思，今天我爸去派出所那边询问了一下案情进展，办案的警官说，昨晚他们连夜审讯你姑姑一家，王彦博和王彦恒兄弟亲口招供出你爸爸妈妈出车祸的真相。我爸爸妈妈出车祸不是意外吗？当然不是意外，是王彦博和王彦恒兄弟在你爸爸车上动了手脚。这一家子的白眼狼。思思，我知道你会很难接受这个事实，可司伯父和司伯母毕竟已经去了，而且害他们的人也将会得到应有的制裁，你就不要太难过了。我知道了，学长，未来我可能还会有很多事情忙，案子的事情就拜托你帮忙盯着一些，有什么最新进展还要麻烦你通知我一声。刚挂断电话，罗雪华就走了出来。妈妈好久都没感觉这么舒爽过了。妈，刚刚我和唐旭通电话，他说王彦博和王彦恒已经招供出你和爸爸出事当天开的那辆车被他们提前动手脚，就因为这样，你和爸爸才会发生意外。没想到这一家人已经坏到了骨子里。妈，你放心，他们一家人作恶多端，定然会受到严惩的。只可惜咱们不能亲眼看到那一家人的结局。母女俩因为这件事一直坐在床上交谈，竟然忘记了半小时后就会被空间强行弹出。待思思反应过来，已经过了59分钟。思思，难道这商场空间已经可以不限时进入了？我也有些搞不清楚具体情况。他的话音刚落，母女俩就感觉到一股吸力朝着自己而来，眨眼间两人就出现在古代的房间中。这时司超群也在门外敲门。老婆，思思，你们睡了吗？老公，我正准备去找你呢，你先进来。发生了什么事情？罗雪华将唐旭讲给思思的事情重复了一遍。王军父子真是太过分了，竟然为了谋财不惜伤害人的性命。司超群毕竟是做过大生意的，也比较看得开。不管怎么样，事情已经发生，万幸的是咱们一家三口还能以这种方式在古代团聚，很多事情冥冥之中自有天意。随后思思又将可以在空间里待1个小时的事情讲了出来。以往你一个人进入商场，在里面停留的时间是半小时，今天你是带着你妈妈一起进入的，时间增加1倍，会不会是多了1个人的缘故？老公，我很赞同你的分析，如果是这样的话，思思若是带着我们2个人一同进入，停留的时间会不会再次增加？我曾经看过的穿越小说里面，有很多空间都是可以升级的，难道这空间升级人体进入时间的办法就是带着人一起进去？是不是爸爸说的这样？明天咱们一试便知。爸爸，商场虽然成了我的穿越金手指，其他物品倒是好说，目前在这里最需要的就是食物，不光是咱们自家需要，秋水城的百姓也等着食物救命。现在仓库的粮食只出不进，很快就会消耗光的。这倒是个问题。司超群稍微沉思了一会儿。思思，你觉得唐旭那个人是否值得信任？唐旭学长还是可以相信的。爸爸，你的意思是打算请他帮忙采购物资？目前看来，只有这一个办法才能保证商场内的物资不会被用光。爸，如果真的请唐旭学长帮忙采购物资，我穿越的事情就要对他讲，短期合作也就算了，若是想长久合作，人家难免会起疑。你可以先试探着将情况和唐旭讲明，如果他能够接受这一切，并且愿意与你合作，咱们这里也尽量多给他一些利益，这样你们之间的交易才会更加长久。我懂了，爸，明天进入空间我就给学长打电话说明这些。请唐旭帮忙的事情暂时定下，思思又说起了给秋水城供应食物的事情。爸，在荣王府走得急，我忘记问齐莫寒，他那里是否还缺少粮食？还有，我发现这里连常用药品都没有，打算在商场准备一些药物给他，麻烦爸爸天亮以后到荣王府走一趟。你放心，这件事交给爸爸，爸爸天亮就去荣王府跑一趟。第二天天刚亮，司超群就来到了王府，亮出令牌后，侍卫直接将他带到了会客厅。路过书房时，就听到齐莫寒3人依然还在商量千年河蚌和1万担粮食的事情。出于好奇，司超群还是没忍住问了出来：王爷，那2人口中的千年河蚌是生存了上千年的意思吗？这河蚌生长在索兰涧，那里的潭水深不见底。本王起初也只是以为这千年河蚌的存在是百姓口中的传说故事。刚刚离开那2位是我的2皇兄恒王与3皇兄靖王，他们就是因为没能在河蚌体内找到珍珠，才与本王商讨如何应对京城那边的对策。
若是几位王爷拿不出这1万担粮食送进京，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本王打算抗旨，他想治罪，大不了来个鱼死网破。王爷可有想过，一旦战事起，遭殃的还是我们这些百姓？本王何尝不知这个道理？可是面对这种人，一次妥协了，他还会想下一个办法来让你就范。长此以往下去，妥协终究不是办法。只要给本王2年的时间休养生息，定然有和他一战的能力。这时司超群想起了一件事，他出事前的3个月，商场采购部的人员收到了几百颗珍珠，放在商场首饰柜台内售卖。王爷，若是草民可以拿出与千年河蚌同品质的珍珠，您是否愿意用来化解这次的危机？不知司叔叔拿出这些珍珠需要什么样的报酬？这种特殊时期，王爷手里也不宽裕，您看着给就行。司叔叔，那本王代替2位皇兄感谢你的大义。你放心，这次的交易本王定不会让你吃了亏。好，稍晚些我就将珍珠送到王府。还有王爷，现在秋水是否还缺粮食？如果缺的话，小女还可以想办法。食物目前是秋水城最紧缺之物，的确还需要思思姑娘来帮忙。那明日我就带着思思过来，顺带着珍珠一同交给王爷。本王在这里替秋水城的百姓感谢司叔叔一家的鼎力相助。离开王府后，司超群在回家途中发现连日的下雨让河里水位跟疯了一样的涨，他担心大旱过后必有大涝，于是他立马跑回家给思思讲了在王府和路上的经历。思思听后立马进入空间给唐旭打去电话。思思，你打电话是有什么事吗？学长，你听说过穿越者吗？思思，你怎么突然问这个？学长，你先回答我的问题，然后我再慢慢和你解释。我上学的时候看过一些穿越小说，但那也只是一些作者奇思过想编写出来的故事，现实中根本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如果穿越这种事情真实存在呢？你会相信吗？唐旭迟疑了，不过为了不扫对方的兴致，他故意轻松地反问了一句：思思，你不会是想告诉我你穿越了吧？学长，我的确是穿越了。思思，自从出事以后，你一直都怪怪的，你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如果你相信我的话，可以跟我说一说，咱们可以一同想办法解决。学长，我现在郑重地告诉你，我真的已经穿越了。那天在山顶别墅坠崖，思思就如同讲故事一般，仔仔细细将自己穿越的过程给唐旭说了一遍。思思，你的意思是我们以后再也没有见面的可能了，是吗？学长，我在商场内可以随意走动，但却无法从这里走出去半步。思思，你可以打开商场的大门，我进来看你。思思本来也是打算让唐旭试试的，如果他也无法进入这里，自己想让他帮忙采购物资的事情也无法做到。学长，不知道你现在是否方便过来商场，因为我可以在这里停留的时间有限。可以的，可以的，思思你等着我，我立刻赶去你那里，最多10分钟就会到达。思思，学长，我们进去说吧。学长，眼下的大齐国境内，大部分城池连续2年多没有降雨，百姓们的日子可以说苦不堪言。旱情2年多，这得饿死多少百姓？是啊，那里的百姓饿死很多。这几日终于有了降雨，可大雨却一直不停，原本干涸的河道涨水猛烈，我担心旱灾结束又来洪涝。思思，你不要再回大齐国了，你一个姑娘家留在那里不安全。这里我每天只能进来停留1小时，过了这个时间，身体就会被弹出去，所以我必须要在大齐国生活。思思，这样子你留在古代岂不是很危险？所以我才想请学长帮忙，尽可能的抵御洪水爆发。思思，你说我要怎么做？那边的河道没有修建堤坝，一旦涨水就会淹没整个城池。我想了个临时的办法，就是效仿咱们现在抗洪时候常用的沙袋。哦，这个没有问题，天亮以后我就去购买麻袋，保证在中午以前送到这里。学长，这张卡你拿着。思思，就是一些麻袋而已，也用不了多少钱，你的卡就不用了。学长，如今你已经了解了我的情况，除了你，我无法和其他人取得联系，以后需要你帮忙购买的东西还会很多，这卡里还有几千万，花光了我再弄大齐国的古董过来。既然这样，卡我就暂时收着，你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开口就是。好，那就辛苦学长了。唐旭离开后，思思直接回到了古代的家。怎么样，和唐旭那里都沟通好了？学长答应中午之前将麻袋送到商场。既然这样，咱们就等麻袋到了再去荣王府。好了，既然事情都定下来，咱们都休息吧，明天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忙。第二天，思思进入了空间，走进仓库，他就看见地上堆满袋子，上面还放着一张白纸。思思，我采购了20万条专业帆布沙袋和10万斤粮食，如果不够的话，你再和我说。随即，思思就来到了齐墨寒的府上，将粮食全部运送出来，就拿出了一条帆布袋子。你看看这个东西。思思，我正愁秋水城内麻袋数量不够，你这个麻袋有多少？我可以付银子给你。
银子的事情不急，我有需要的时候自然会跟你啊。这里是50颗珍珠，你看看个头是否满意？齐墨寒此刻就像个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孩子，随即小心翼翼拿起其中一颗，仔细打量起来。个头如此大的珍珠，我还是第一次见。这么好的东西送去京城给那暴君，还真是可惜了。可不可惜我不知道，我爸爸说了，有了这些珍珠，秋水城的百姓就能免受战乱之苦，不管东西价值多少，都不如人命来的值钱。思思，你说的对，这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只有生命才是最宝贵的。为了秋水城的百姓日后能够安居乐业，这些珍珠就送去京城，让那暴君暂时乐呵乐呵。思思并没有注意齐墨寒话中深意，意识再次进入空间，将药房内存储的一些中药材也全部取了出来。另一边，司超群知道要发大水后，就立马跑去通知族长，让带着壮劳力去装杀玉红。就在司超群在外面卖力的劳作时，家里却有人找了上来。此时的罗雪华正在用现代布料做着衣服。超群家有人在吗？明，外面有人喊你。罗雪华打开院门，来人原主印象中有，是同族的2位堂嫂赵翠芝和钱英。大堂嫂、三堂嫂，你们快进来。这老天爷可真是的，好不容易盼来了雨水，竟然连下了这么多天，还真是不让咱们老百姓好活啊。是啊，大雨一连下了这么多天，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个头。2位堂嫂找我有事吗？钱英眼尖，一眼就看到了他放在桌上摆弄还没来得及收起的布料。没想到群堂弟家里还是有些底子的，这种困难时期手中存着这么好的布料。这些布料都是前些年存下的，我想着女儿刚刚回家，打算给她做几件换洗的衣服。超群家的，依我看啊，这布料还是暂时不要给丫头做什么衣服了。为何？你看，思思丫头今年都19了，按照咱们大齐国的规定，姑娘到了20岁还未婚配的，就要有官府出面指定人家，也就是说，顶多1年的时间，思思丫头就得嫁人。这些布料不如留着给她当嫁妆，也算是一份体面。钱英小算盘打得啪啪响，表面是提醒给思思准备嫁妆，实际上是想让这些布料最终都能到自己娘家人的手里。因为大齐国的规定，女子必须在20岁以前嫁人，否则就要罚银20两。多谢三堂嫂关心，我家思思不急着嫁人，官府的罚银20两我们一文不少的上缴就是。弟妹，话可不能这样说，前些年你们在城里可能是比我们这些人赚银子多一些，但20两可不是小数目，你为了个丫头片子如此不值得，你要多为儿子想一想才是。再说了，丫头年纪大了，哪有一直留在家里不嫁人的道理，这样说出去还不被人戳脊梁骨。在我们家，女儿和儿子一样重要，我女儿什么时候想嫁人就嫁人，她若不想嫁，我和超群就养她一辈子又何妨。眼看着2人已经有了剑拔弩张的架势，赵翠芝连忙上来打圆场。超群家的，你别激动，三弟妹讲话也没有恶意，都是一家人，有什么话可以好好说。大堂嫂，这些我都知道，但我并不觉得思思到了19岁就算年龄大，她的婚事没有那么急，更何况这2年秋水城一直闹旱情，谁家也没有心思考虑儿女的婚事，大龄姑娘剩下的多了去，不差我们思思这一个。超群家的，你的火气也别那么大，咱们毕竟都是同族之人，我总不至于说这些来害你家丫头。哼，我娘家就在附近的村子，侄子今年刚好21岁，旱情以前就考中了童生，人长得也是一表人才，若不是因为被这场灾情耽误，估计现在都中了秀才。说了这么半天，原来是为你侄子做铺垫啊！多谢三堂嫂的好意，我家思思刚回来不久，我和他爹还想留他在家里清静几年，他的婚事我们暂时不打算考虑。既然如此，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你家的丫头就养一辈子吧。说完，他就气鼓鼓地走了出去。老娘今天就帮你爹娘教你规矩。想打我儿子，先问问我这个做娘的是否同意。罗雪华，这小子如此没有教养，竟然敢用泥巴丢长辈，你非但不管，竟然还护着。我的孩子我自然会管，但绝容不得外人对他动手。你司超群是个混不吝的，你这个做娘子的也没好到哪里去，教出来的儿子也是如此，你们一家还真是凑合了。这个时候，赵翠芝也赶了过来，她推着钱英往院子外面走。三弟妹消消气，没必要和一个孩子置气。送走了钱英，赵翠芝又折回了院子。群弟妹，咱们都是一家人，没得因为这点小事伤了和气。你先回自己的房间，稍后我再过去找你。让大堂嫂见笑了。哪里的话，孩子毕竟年纪还小，你和超群以后好好教，肯定没问题的。大堂嫂，其实思雨这孩子挺善良的，日后我和他爹定然好好教他，不让他再做这种不礼貌的事情。平缓心中怒气后，罗雪华和赵翠芝有一搭没一搭的聊了起来。弟妹若是信得过我，
我闲暇时候可以帮你制作几件衣服。我的手艺虽然不是村里最好的，但也不会差到哪儿去。既然如此，就拜托大堂嫂了。你放心，我绝不会让你白白帮忙。话落，罗雪华直接去了厨房，拿来5颗鸡蛋和1斤多的白米。大堂嫂，这些你先拿回去吃，等衣服做好了，我还会给你一些食物。那就多谢弟妹了，你放心，衣服我一定做到你们满意。随后赵翠芝乐颠颠地抱着布料和食物离开，罗雪华就去了思雨的房间。你知道你今天哪里做错了吗？我不应该用泥巴。娘知道你是护着我和你姐姐，但我还是希望你不要轻易对别人动手。首先你年纪还小，没有自我保护的能力，就像今天这种情况，若是娘没有及时出现，你就会被那个人抓住暴打一顿。要想不被人欺负，就要拥有一定的地位，到了那个时候，就没人再敢欺负你和你的家人。娘，儿子懂了，别说等灾情结束就送我去念书，我一定认真学习，考取功名做大官，到时候就没有人再敢欺负咱们。呵，娘就等着将来沾儿子的光。母子俩正说着话，思思就回来了。思思和罗雪华打了声招呼，便回到自己房间，急匆匆进入了商场。思思进入商场的时候，唐旭正准备离开。学长，今天真是谢谢你，准备的帆布口袋非常适合。思思，我还在担心自己擅作主张将麻袋换成了帆布口袋不合适。没有不合适，还是学长考虑周到。我见你今天将超市内物资搬空了，我把缺少的东西做了记录，有什么需要你尽管跟我说，我负责去采买。学长，我目前就需要大量的粮食和盐，还有一些常用的药物。这个没有问题，我这几天就陆续帮你采购粮食和一些容易存放的蔬菜。学长，这是大齐国的茶盏，我看着做工很精致，就带过来送给你。思思，这太贵重了，我不能收。学长，你忘记了吗？我已经穿越到大齐国，那里随便一个什么东西带来给你，都会成为古董。送你这个就和送一个现代喝水的杯子没什么区别。好，就听思思的，我不再跟你客气。思思，我刚刚联系了一家粮食供应商，要半小时后见面，我这会儿就要赶过去。好，就辛苦学长了。如果我不在这里，有什么想说的给我发短信或者留字条都可以。处理完这事，思思就回到了回带。刚在卧室坐下，听见隔壁堂屋齐墨寒几人的对话。本王没想到临水村的村民危机意识如此强，本王今日刚打算派人过来这边安排装沙袋抗洪事宜，你们这里已经率先组织动起了手。王爷，是司族的族长昨晚找到草民，说要用这个办法抵御洪水。草民也只是觉得他讲的有道理，才会急着安排的。是超群先找到我，我才去和村长说这件事。归根结底，还是超群比较有远见。司叔叔有先见之明，本王也是从他提议受到启发。随后几人一直就在堂屋里客套起来，一直到了吃晚饭的时间。罗雪华见齐墨寒一点要离开的打算都没有，就开口客套了一句：王爷赶来临水村这么久，想必已经饿了，不如留下用了晚饭再离开。那就谢谢罗阿姨了。司超群见齐墨寒有留下的打算，自然不能厚此薄彼，直接邀请了村长和族长。几人上桌后，罗雪华就端上来了几盘小菜和一盘土豆丝。因为在大齐国还没有土豆，司族长和孙文才表现得十分震惊，随后吃了一口就被这味道折服了。然而齐墨寒却是已经吃过了。这道菜你们感觉味道如何？好吃，这是草民吃过最好吃的菜。这道菜叫做土豆丝。土豆丝？是的，顾名思义，制作土豆丝的原材料就是土豆，是本王机缘巧合下所得。据说土豆非常高产，而且不挑环境和土质。本王打算待大雨结束后，就找个村子试种这种作物。王爷，不知这土豆试种可否选我们临水村？族长看向司超群，眼神示意他帮忙和齐墨寒说一说好话，为临水村争取到这个机会。王爷，草民见王府里准备的土豆种子有很多，应该不差我们临水村这一份吧？司叔叔说的是，王府里的确有很多土豆种子，到时候就分给临水村百姓一份去种植。听到这话，两人兴奋的同时，心中也有自己的担忧。王爷，如今已经进入5月，以往这个时候，咱们的粮食早已经种植到土里，等到雨水停了，草民不知是否还能来得及。这一点齐墨寒也不清楚，最近一直有事情忙，思思给他的种植手册还没有仔细阅读过，他只能求助般的看向司超群。王爷，我记得您曾经说过，土豆的成熟期是3到4个月，以咱们秋水城的环境来看，动土要到11月末，土豆种植下去，一直到收获的时间完全够用。本王觉得司叔叔言之有理，待大雨过后，分配两种的事情就交由你来负责。草民懂得王爷的意思，定然会大力支持超群的工作。王爷放心，
临水村的村民也会大力配合。时候不早，城里还有事情处理，本王就不多留了。说完，他已经迈着大步朝门口走去。路过思思身边的时候，没忍住说了一句：“思思姑娘若是得空，多去王府走一走。晴儿和木槿经常念叨你。”我会的。齐墨寒带着属下们走了，村长和族长却一点离开的打算都没有。两人拉着司超群重新折回堂屋。超群啊，没想到荣王殿下会如此器重于你，这无论对于咱们司族还是整个临水村来讲都是好事。对，你以后可别犯糊涂。族长和村长放心，高产良重适重的事情，我定然会给临水村争取到名额。这就对了，你年纪也不小了，以后多做点靠谱的事情。咱们族人不求跟着你沾光，只要你过得好，大家看着心里也舒坦。我知道了，族长，以后定然带着妻子儿女好好过日子。同一时间，齐墨寒带着属下抵达了荣王府。他刚刚走到院子里，恒王和晋王已经在等他了。五弟，这场大雨我看来者不善，我的封地内河水已经与地面齐平，如果是再这样下去，恐怕城里都要被水淹没。幸亏我那里没有多少百姓，昨日我就派人通知那些留下的百姓，为了防患于未然，早些找个高处安身。我那封地情况也没好到哪里去，虽然地势要比二哥那里高上一些，但河道内的水也同样涨了很高。我今早离开的时候，也派人通知剩下为数不多的百姓尽快撤离。发生这种天灾，都是咱们人力无法避免的事情。两位皇兄还是将心放宽些。五弟，我进城时候看到百姓们都在装沙袋，别告诉我这样做是为了抵抗洪水。是的，经过一天的努力，我可以确定这个办法很管用。果真管用。抵御洪水最好的办法就是修建堤坝，可修建堤坝是个大工程，眼看着大雨不停，我担心会发生洪涝灾害，修建堤坝已经来不及。五弟，既然你想这样做就做吧，不过三哥还是提醒你一句，一旦发现不妙，就立刻让百姓撤离。你这里正好有山，让他们都朝着山的方向跑，也许还有一线生机。还有云太妃和2个孩子，我建议你还是早些派人将他们送去安全地点。我知道了，三哥，若是明早大雨依旧不停，我就会安排母妃他们离开。说过了水患之事，恒王这才进入正题。五弟，我与三弟已经将财物带过来，您手里的大珍珠还不给我们看看吗？两位兄长稍等，那么贵重的东西，我自然不会随身携带。随后三人来到书房，齐墨寒将珍珠拿了出来。恒王小心翼翼地拿起一颗珍珠。五弟啊，这般光滑细腻、毫无瑕疵的珍珠质地，当真是我生平首次目睹。二哥、三哥，如今你们也是亲眼所见，我说这珍珠价值连城，不为过吧？不为过，不为过，真是让我肉疼、心疼，哪儿都疼。这么好的东西，竟然只能抵上1万担粮食。若是换做平时，别说50颗这么多了，哪怕只有1颗，给我1万担粮食都不换。三弟，这是你见到五弟拿出来这么多珍珠，若是咱们自己在千年河蚌身上找到，还不是一样要送去京城？你就不要哪都疼了。五弟，咱们费如此大力捕捉到千年河蚌，都没能从其体内寻找1颗珍珠的影子。你不会是早就知晓千年河蚌体内有大珍珠，提前就动手了吧？三哥的意思，我提前捉到千年河蚌，取出珍珠，然后再将河蚌扔回潭水中，它还能活到你们第2次去捕捉。三弟，话可不能乱讲。五弟若是早挖到珍珠，何必和咱们一同抵着大雨去索兰界冒险？五弟，你知道我的性子，嘴巴没有把门儿的，心里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我真的没有那个意思，只是一时冲动罢了。五弟，你三哥从小就是这个样子，别和他一般见识。为了不给齐墨寒反驳的机会，恒王直接打开了地上的一个大箱子。五弟，这一箱子是1万两白银。说完，他又打开旁边一个看上去稍小一些的箱子，里面则是各种珠宝玉石等物。五弟，这些东西虽然不如你手里的珍珠值钱，可也是二哥我这20多年的珍藏。五弟你看，这是咱们大齐国都含有的暖玉，它有着独特的温暖质感，就像是被阳光照耀过一样，握在手心暖暖的。看着这些宝物，齐墨寒自顾自在心里盘算这些东西能不能抵这些珍珠的价值。他的沉默举动看在恒王眼里，就是五弟觉得他与晋王拿出来的东西太少，觉得亏了。那个五弟，这2年多的光景不好，我和你三哥手里的财物高价购买粮食用具很多，如今也不是很宽裕。我知道这些东西换你手里的珍珠价值不足，我们再想想办法，一起凑1万两银子给你如何？既然如此，就依二哥所言，再加1万两。至于思思那边，若是亏了，以后再想办法弥补就是。兄弟三人敲定后，第一时间叫来了心腹，命他们立刻启程进京，将当初皇帝答应他条件的那封信，连同自己一封亲笔信以及珍珠送到其手中。将珍珠送出去后，齐墨寒就来到了云太妃的房间。母妃，你带着晴儿、木槿收拾一下随身用品，我连夜送你们去思思那里。临水村背靠大山，
就算是发生洪涝，人们也可以往山上跑。那就按照你的安排，母妃带着晴儿和木槿暂时到思思家里住上一阵子。母妃，事不宜迟，儿臣连夜就送你们出发，顺便将今日2位兄长给的财物带给思思。随后齐墨寒就带着云太妃几人来到了司超群家的院子里。荣王，您怎会深夜至此？哀家带着木槿和晴儿打算来你这里叨扰几日。娘子，云太妃带着2个孩子来咱们家暂住，你和思思先带着他们安顿一下。随后齐墨寒将那几个大箱子当着一家人的面打开。司叔叔，本王无能，本想用那些珍珠多换一些财物的，可是我那2位皇兄手里也不宽裕，能给的只有这些，还有这1万两银子的欠条，不日他们就会送到王府。王爷，你也清楚我家东西的出处，东西什么价值，主要是看其珍惜程度。我觉得这2万两银子和2箱珠宝已经够了，这1万两欠条我就不收了。司叔叔，这使不得，本王。王爷不必再纠结，草民觉得这些已经足够了。司叔叔今日的情分我记下了，日后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对我开口。事情全部安排妥当，齐墨寒就准备离开。思思见齐墨寒要离开，连忙喊住了他。等等，齐墨寒，听说秋水城的百姓也在连夜看红，这些干姜你带着，煮江水帮大家驱寒。还是思思姑娘想的周到，我就替大家谢谢你了。随后司超群又带了1大桶生姜水来到了村民们干活的地方，给他们驱寒。超群啊，我万万没想到你刚刚回到临水村就为大家做了如此大的贡献。村长，我的情况想必你也清楚，这么多年一直没怎么出过力气，今日和大家一起装沙袋抗洪的时候，就累得有些直不起腰，晚上实在是没有力气再参与劳动。可临水村是大家的，我也是临水村的一份子，总不好看着大家辛苦不做些什么。超群，你做的这些已经够多了，我相信大家都会领你这份情的。另一边，和罗雪华简单盘点了一下齐墨寒送来的财物，做到心中有数后，全部带进商场空间。这个时候，唐旭刚刚将最后一车物资送进仓库，就看到急匆匆朝着自己跑来的思思。思思，没想到你这个时间真的会来。学长，这么晚还在帮我运物资，真是辛苦你了。做这点事不算什么。紧接着，唐旭就带着思思去查看了库房，里面堆放的都是他今天下午到现在采购来的蔬菜和粮食。思思，你看一下，没有问题了，我才会安心。学长，这个不急，我稍后找时间再看就是。学长，你也知道大齐国那边的情况，大雨一直在下，你采购的那些帆布口袋已经被百姓们陆续装满沙子堆放在河边，也幸亏有了这些沙袋，河水目前才没有蔓延上岸。我过来商场以前，百姓们还都在冒雨抗洪，我担心他们被大雨淋过后会感冒。那里因为旱情2年多的关系，药材和粮食一样紧缺，我就想着请你帮忙采购一些治疗感冒的药物。这个没有问题，我爸爸就是做药品销售的，回头我和他说一声，最晚下午给你送过来。学长，唐叔叔做药品销售，是不是直接联系厂家？是的，我爸爸那里搞来的都是一手货源，价格肯定要比其他供货商低很多。我说这些不是在意价格，学长你也知道，这些药品我是要拿到古代去用，我主要是考虑到药品的外包装。思思，你的意思是说，让我爸爸直接和药厂联系，采购来的药品不需要外包装那种？是的，我想着带去古代的药品，最好是中药成分的，颗粒状最好，去掉外包装，这样我也能省去很多麻烦。好，你的意见我会和我爸说。还有，学长最近抽空帮我买一些高产玉米、红薯和土豆的种子备用，这个不着急，大齐国那边大雨不停，暂时还用不上，学长心里有数就可以。好，这些我会提前帮你准备好。思思刚回到古代，房门就被敲响了。思思，你还没睡吗？爸，我刚从商场回来，购买药品的事情已经和学长说好了。既然如此，你就早些休息，女孩子熬夜对皮肤不好。爸，你等一下，这雨衣看上去和古代的油布有些相似，而且颜色也不显眼，你穿出去不会有人说什么的，即便是有人说也不怕，你直接将出处推到齐墨寒身上即可。将雨衣穿上后，司超群直接找到齐墨寒。司叔叔，你怎么来了？是不是村子里出了什么事？村里一切还算顺利，我来是找荣王商量些事情的。王爷有没有觉得我这身装扮看上去很怪异？我并没有觉得司叔叔穿着有什么不妥，而且看你这身衣服，遮雨效果特别好。这是我们那里的雨衣，只要穿戴妥当，身上一点都不会被淋湿，再配上雨靴一起，在外面淋雨多久都没有关系。司叔叔今天和我说这些，是不是能够提供一些这样的雨衣和雨靴给我？司叔叔，
这雨衣和雨靴不管有多少，我都愿意买下来，哪怕是只有1800套也可以，送给一些身子弱的百姓穿，这样干活的时候也能避免一些染风寒的风险。随后，司超群让齐墨寒下午以后派人取雨衣和雨靴，他则是以最快的速度赶回临水村，将和齐墨寒说的事情告诉思思。思思也立马进入空间和唐旭说明了情况。和唐旭说完事情后，思思就回到了古代，刚出院子就被梁小芝拉进了云太妃的房间。小姨，晴儿感觉好久都没有和你一起玩了。听到这话，思思顿时有了主意，将他们3人带到空间，增加进入空间的时间。云太妃，你要不要和晴儿、木槿一起跟着我去商场里面转一转？梁小芝听说姐姐可以再次带着他们进入商场，眼睛瞬间变得雪亮。小姨，你说的是真的吗？我和妹妹还可以去那个地方？随后，思思直接带着云太妃和两小指来到了现代去乘坐电梯，打算送他们去楼下的商场随意看看。丫头，咱们进入的这个大盒子怎么会动？云太妃别紧张，我们现在乘坐的是电梯，刚刚我带着你们进入的是商场33楼，现在咱们要去楼下看一看，乘坐这个下去比较方便。电梯。就在他还想询问些什么的时候，忽然听到叮的一声响，电梯就停下了。云太妃，咱们到了。随后3人就跟着思思来到了服饰专区。云太妃，这里是商场的布料专区，各种材质的布料应有尽有。你带着晴儿和木槿先转一转，我去1楼有些事情要处理，稍后就过来找你们一起离开。好，你有事就去忙，我和孩子们在这里逛一逛。和云太妃交代完毕后，思思就到仓库找到了唐旭。这时的唐旭已经将雨衣和感冒颗粒准备完毕了。学长，你辛苦了。思思，做这点事情没什么的。学长，我替秋水城的百姓感谢你。思思，为你做事情我是心甘情愿的，以后就不要再和我说这些客气话。解决完此事，唐旭就走出了商场，没想到刚到门口就遇到了电力公司的工作人员。请问你找谁？请问你是商场的负责人吗？商场现在欠电费700元。好的，我马上将欠费补齐。随即唐旭就在手机上输入了缴费户号，直接存入了1万元。另一边，思思也来到了云太妃他们所在的楼层。此时云太妃正爱不释手地抚摸一块紫色带刺绣的纱质布料。云太妃，若是喜欢这布料，你拿去就是。不，这太贵重了，哀家不能要。更何况如今秋水城正面临洪灾的隐患，万一真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大家逃命都来不及，如何能顾及这些身外之物？既然如此，这些布料就放在商场内保存，云太妃什么时候想要了之后我一声就好。晴儿和木槿也是，有什么喜欢的东西随时都可以和我要。我们知道了，小姨。随后思思看了看时间，她带着3人进入商场空间已经有1个小时。云太妃，刚到现在的学长帮忙采购了大量治疗风寒的药物，还有防雨的装备，我打算趁着天黑以前让我爹通知齐墨寒过来取。好，辛苦思思了，这是正经事，可耽误不得。回到古代，思思就准备让司超群去叫齐墨寒过来拿物资。思思啊，别让你爹冒着大雨往城里跑了，我派侍卫去通知墨寒一声，让他带人过来取。那好。1个时辰后，齐墨寒就全身湿透的来到思思家里。云太妃看到这样的儿子也心疼不已。早知道我来思思家里的时候，帮你带上几套换洗衣服。我刚刚见荣王全身淋湿，这是我家超群的外衣，如果王爷不嫌弃的话，就先换上。齐墨寒刚换好衣服，司超群就走了进来。王爷，我一直在河边观察水位，水势上涨的速度很快。临水村这里地势低，又是河道中下游位置，如果今晚大雨还不停的话，我觉得村民有必要上山躲避了。如果大雨不停，我明早亲自过来组织大家撤离。至于城里，交给属下和那些官员们负责即可，毕竟那边没有临水村这里危险。思思，你那商场空间今天能进入的时间还剩下多少？我今天带着云太妃和2个孩子进入，时间再次增加，目前大约还剩下1个多小时可以进入的时间。1个多小时，跑到山上的时间够用了。必要的时候，你首先要将云太妃和2个孩子送进去。司叔叔，你们说的是？反正齐墨寒清楚思思商场空间的存在，司超群回答起来也不需要丝毫的遮掩。他将思思身体可以进入空间内的具体情况讲述了一遍。思思，你带着我进去后，是不是时间还可以增长你说的半小时？是的。思思回答完，拉着齐墨寒就消失在原地。不过他因为要储存进入的时间，并没有像云太妃他们那样
让齐墨寒随意逛逛，而是刚刚站稳，还不待后者看清楚，就拉着人出来了。思思，你这是？我带你进入一下，可以增加进入的时间。你若是想逛逛，以后机会多的是。罗雪华见思思带着齐墨寒进入商场空间又出来，只是眨眼间的事情，忽然就想到了思雨。你弟弟这会儿正在睡觉，那孩子睡觉沉得很，不如也如此操作一下，这样岂不是又可以增加半小时？就这样，思思靠着这个方法增加了进入空间的时间，最后也是取出足够的物资，帮助秋水城的百姓们成功阻止了洪涝。